孩明明是侯府嫡女，却只能住在阴暗潮湿的柴房，过着3天饿9顿的苦日子。而她的双生姐姐却被父亲和4个哥哥捧在手心，受尽万千宠爱。大周国宁远侯府内，5岁的云宝奄奄一息地躺在柴房内。今天本是2姐妹的生辰，却因为江宝玉的污蔑，导致云宝被父亲和4个哥哥打了个半死。为什么爹爹和哥哥们都喜欢姐姐，却那么讨厌我？因为你不配，若不是你，娘亲也不会产后雪崩，撒手人寰。就是你这个命里带煞的灾星，害死了娘亲。为了教训云宝，兄弟几人将他关在柴房，不允许任何人来探他。而云宝就这样昏昏沉沉的睡了3天。就在他快醒的时候，柴房里突然出现一道红光，一只狗子从里面钻了出来。我操，只剩一口气吊着了。你放心，小云宝，这一世本王绝不会让你重蹈覆辙。一阵红光闪过，云宝的眉心出现一道印子，身上的伤口也逐渐消失。一睁眼就看见自己身旁的狗子。小狗狗，你好可爱呀！是你救了我吗？神 TM 的小狗狗，本王是神兽白虎，神兽你懂不懂吗？哇，好厉害呀！小狗狗，你叫什么呀？本王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江湖人称富贵是也。这时，侯府的管家突然走了进来，抓起云宝就走。还没等他缓过来，就被带到了客房。房间里站了好几位陌生人，而江宝玉看到他，立马哭了起来。妹妹，我没推人，不能替你背锅，你做过的事要自己承担后果。只要你诚心的认错，爹爹和杨爷爷也不会追究你的过错。就在刚刚，江宝玉与太尉府嫡长女杨雪舞发生争执，把对方推倒，致其受伤昏迷。而江家几人为了保护江宝玉，想也没想将云宝推了出来顶锅。杨太尉，本侯教女无方，养了这么个骄横野蛮的孽障，家门不幸呐！云宝，快喷他，他们肯定是要你背黑锅。姐姐，我被哥哥关在柴房好几天了，没见过任何人，也没做过推人的事。妹妹不能说谎了，娘亲在天上看着我们呢。说谎的话，娘亲不会原谅你。听到娘亲，云宝也不由得迟疑起来。而就在这时，江漠北也带着人走了进来。杨太尉，犬子虽然年幼，但也亲眼看到不是江家大小姐推人。哼，之前令郎可是言之凿凿说是江家大小姐推了我家雪儿。那都是犬子过于紧张，导致记忆出了差错。犬子的无心之失给您造成了困扰，林某深表歉意。一旁的江慎行也将一个仆人推了出来，让仆人作证，看见是云宝推了杨家小姐。而云宝也听明白了，江父找这么多人一起污蔑他，就是要让他背锅。孽障，还不跪下认错？若你不认错，便不再是我江家的孩儿。杨爷爷，我和妹妹一起向您磕头认错，您和蔼可亲，宽宏大量，一定要原谅妹妹。一群颠倒是非、狼狈为奸的狗东西，云宝绝对不能屈服。云宝，真的是你推了我家雪儿吗？杨爷爷，我不认识你的孙女，也没见过她。江天磊担心有变数，扬手便要打云宝，被杨太尉拦住了。为什么爹爹总是把云宝没做过的事推在云宝身上？姐姐是孩子，我也是个孩子呀。在爹爹的心里，姐姐如珠如宝，云宝是狗尾巴草，一根草就活该没娘疼，没爹爱吗？你品，你细品。我估摸着真相是大女儿推了人，宁远侯把妖女拎出来顶包，保下大女儿。都是情闺蜜，何至于偏心至此？你们看那小孩身上的衣服，再看看他身上的血迹，就知道这江家怕是不喜欢这个孩子。听着众人的议论，江父气得不行，却只能将怒火憋住，让诸位见笑了。小女自出娘胎，便是命里带煞的祸害。即便我从严教导，但她屡教不改，轻则谎言连篇，重则骄横打人。诸位，小妹自小就妒忌玉儿，经常针对暗害玉儿妹妹，父亲这才会严惩她。我可以作证。杨太尉，小女犯错，本侯自当严惩。若你想亲自惩戒小女，尽管带她回府管教，本侯不会说半个字。听着父亲和哥哥对他的污蔑与攻击，云宝的心也渐渐寒了。本王真的要炸了！云宝，问问他们受伤的小姑娘在哪？本王要打烂他们的国。杨爷爷，杨姐姐在哪里？我可以见杨姐姐吗？你先把她害得昏迷不醒，还敢见她？我看你是想杀了她，这样她就无法醒来指证你。哼，我没有，我就是这个昏迷的小屁孩嘛。云宝，你照着本王说的做。杨爷爷，我有办法救醒杨姐姐，若她醒不来，我就给杨姐姐偿命。
听到云宝的话，江家人都是心里一喜，因为杨学武已经昏迷了半个多时辰，脉象时有时无，只怕熬不过今夜。只要人一醒，再将云宝推出去背锅，这事与他们江家就没关系了。你真有办法救雪儿？好，我相信你。没有办法的杨太尉只能将希望放在云宝身上，而云宝在富贵的教导下，直接在杨学武的脸上画了起来。你在干什么？画符啊！胡闹！我身为医者都没有办法，你随便乱画2下就想救人。杨太尉，他这怪力乱神之举定会害了令孙。杨爷爷，杨姐姐醒了就能帮我作证，我怎么会害她呢？我相信你。没2下，云宝就画好了符，而杨太尉看着孙女的脸蛋布满了横七竖八的画痕，一言难尽。妹妹，为什么杨姐姐还没醒？云宝没有理会他，而是问起富贵怎么做。云宝，好好看本王是怎么操作的。臭东西，你瞅到本王了，再不滚出来，本王让你灰飞烟灭！躲在杨学武的脑袋里啃食他灵魂的妖物，抬头一看，吓得灵体都快爆裂了，嗖的一下就跑了出来。原本昏迷不醒的杨学武在妖物离开后也醒了过来，江家所有人都紧张到无法呼吸，江宝玉的脸色也变得惨白。杨姐姐，你还记得是谁推你，害你摔倒的吗？杨姐姐，我没有推你，推你的人是妹妹，你一定要想清楚。哼，雪儿不要怕，谁把你害成这样的？大声说出来，爷爷为你讨回公道。是他江宝玉推的我。堂堂宁远侯竟然做出用妖女顶包替罪、知法犯法的事，江家祖坟的棺材板怕是压不住了。杨爷爷有所不知，我去花院摘花，杨姐姐跟随我到花院，骂我虚伪，抢了爹爹哥哥们的疼爱。你不是虚伪是什么？你都不敢承认推我，你就是虚伪。江天磊知道这件丑事无法遮掩，立刻带着江宝玉诚恳的认错。而杨太尉并不是个理不饶人的人，见他们道歉颇有诚意，便也罢了。看在云宝救醒雪儿的份上，我不予计较。宁远侯，你们一家子欺负一个孤弱稚子，不嫌脸面太难看吗？将众人送走后，暴怒的江天磊掐住云宝的脖子，轻而易举地把他举到半空。逆女，果然留着你就是祸害，你迟早要克洗全家人。疼，不要！云宝，听本王的，把手抬起来，朝着他的脸庞打去。江天磊没有把云宝的举动放在心上，然而当小粉拳砸在鼻子上，他才感到后悔。云宝棒棒哒！孽障，我要嘎了你！看着向自己冲过来的江父，云宝突然跳了起来，一脚踹向他的胸口。云宝一脚就耗费本王一半的灵力，得想个办法在人界补充灵力了。你竟然敢伤害父亲！是爹爹要嘎我，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他一下，爹爹就飞出去了。你还狡辩，等父亲醒了，他一定会狠狠收拾你，你等着瞧吧。女孩是侯府嫡女，却只能住在柴房，吃着下人的剩菜剩饭。然而今天她的姐姐却突然醒悟，不仅跟她道歉，还邀请她跟自己一起住。妹妹，以前都是姐姐的错，你一定要原谅我。从今往后，我们要一起吃一起住。云宝正想拒绝，一旁的富贵却发现了不对劲。云宝，跟他去，本王发现你姐姐有些不对劲。好的，姐姐，我只住1晚就可以了，今晚就把你这个蠢货赶出江家。大小姐，你吩咐的事奴婢已经办妥了。很好，你确定你那所谓的阵法能将臭丫头身上的气引夺过来？大小姐你放心，这阵法是专门请的高人所布，但奴婢担心，若二小姐再待在府里，大小姐会倒大霉，甚至会破坏您的美满姻缘。那就让她洗。江家真是养了一窝猪狗不如、狼狈为奸的畜生。若真让他们得逞，没了气运的云宝就会极乐缠身，几年就会残洗。云宝，快起来！你再不起来，就要被变成阿飘了。小狗狗，姐姐要害我吗？小白花烧了她住的新房，要嫁祸给你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既然姐姐要烧房子，那我就帮帮她呗。着火了，快来人救火啊！在火光的照耀下，整个庭院亮如白昼。江天雷等人急匆匆的赶，对着无视的江宝玉嘘寒问暖：“把那孽障抓过来！今天我定要清理门户。”爹爹，妹妹只是一时糊涂，再给妹妹一次机会吧。云宝先是打伤父亲，又想要烧死你，他如此心肠恶毒，绝不能姑息。唉，过了今晚，江家只会有我一个嫡女，而你江云宝永远都是煞星。此时，云宝在富贵的隐身术帮助下，潜到别的院落，四处点火。很快，整个宁远侯府陷入了火海。而江天雷等人刚退到前门，就看见云宝站在府门处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！你们都讨厌我，还打我，那我走便是了。在江家所有人惊讶的目光下，云宝毫不犹豫离开了。而江天雷则气得昏厥。
夜里寒气刺骨，不知走了多久的云宝更是腿酸身寒，可他却不知道该去哪里。早知道放火前就在吉阳珠把手试了。云宝跟着本王念法诀就不冷了。学习新思想，争做新青年。云宝嘴里念招法诀，一套手势下来，惊喜的发现真的不冷了。云宝，本王看见那只伤害杨修武的臭东西了，我们去揍他好不好？好呀。在富贵的指引下，云宝追着黑影来到了一条小巷，却看见黑雾正将一位少年包裹住，而少年好像失去了反抗的本能，一动不动的任由吞噬。臭东西，本王给你脸了是吧？臭东西，你膨胀的脸皮都掉了，还不快去臭水沟里找找？被一顿羞辱的邪灵也认出了富贵，刚吸了3个凡人，他的道行提升不少，一时间竟想吃了富贵的妖丹。小家伙，小土狗，不要急，马上轮到你们。哼，你再不放开小哥哥，我就把你踹飞哦！乖乖的过来，让本王蹂躏，本王可以让你洗得舒服点。既然敢看不起我，今天就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。云宝，踹他，快！没有防备的邪灵被一脚踹到地上，还没等他反应，就被云宝打在地。疼！再踩下去，我就变成酥脆的煎饼了。不去，本王的灵力又被云宝抽走了一半。就在这时，云宝的脚下散发出道行，瞬间将邪灵数十年的道行吸了个干净。我的道行全没了，你这小人类究竟是什么品种？哼，我叫云宝，才不是什么品种。小狗狗，它把我的脚弄脏了，要把它扔在臭水沟吗？它害死不少人，必须把它人道毁灭了。云宝吃肉，本王喝汤。此时，昏迷的少年醒了过来，听着富贵的汪汪声，他竟然奇怪的听懂了。这只狗说的话，我怎么也听懂了。小姑娘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哇，小哥哥你好好看哦。小姑娘，夜深了，我送你回家好不好？逆女，因为你不配。孽障，我没有家了。我带你回我的家，你愿意吗？小哥哥，我愿意。此时摄政王府前，徐管家和几个侍卫急得团团转，他们的小世子突然不见了踪影。就在他们以为自己的3代不保时，却看见苍凌霄牵着云宝走了回来。小世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位是云宝，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云宝也没想到自己救下的少年竟是当朝摄政王的嫡子苍凌霄，而徐管家见自家世子说的郑重，也不敢怠慢，将云宝照顾得十分周到。第2天，云宝才睡醒，而富贵已经在厨房吃饱喝足。云宝，这个小世子家有好多鸡腿，你一定要撒娇卖萌，邪不松手的抱大腿。你是不是要离开我了？怎么会？本王还要带你飞，我们一起狼狈为奸，斩妖除魔。云宝，你醒了，我带你去吃早膳。谢谢小哥哥。管家伯伯，我从未吃过这么美味的吃食，谢谢你。云宝小姐，你想吃什么？尽管跟我说。小哥哥，管家伯伯，你们对我真好，等吃饱了，我就帮你们洗碗洗衣裳。云宝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安心住在这儿便是。可是我不能白吃白住。你救了我的命，以后还要保护我，怎么是白吃白住呢？谢谢小哥哥。快吃吧。本王不是狗，本王是神兽，本王要吃肉。这狗是生气了吗？管家伯伯，我吃什么，小狗狗就吃什么，可以让它在我旁边吃吗？它很乖的，不会弄脏的。徐管家看向自家小世子，在得到同意后，便将富贵放在云宝身旁。别的小女孩不是喜欢小白兔，就是喜欢小鸟，你为什么养小狗？小狗狗会打架，而且抗揍，若我快饿死了，可以炖汤喝。眼前这个女孩是万里挑一的天才灵符师，别人需要3天3夜才能画出一幅，而她只是看一遍就能画出顶级灵符。可天才如她却被自己的家人赶出家门。云宝，你知道气运是什么吗？你之所以这般倒霉，就是因为小白花把你的气运都夺走了。那我可以把我的气运夺回来吗？只要你学会炼气化符，就能夺回气运。人间浊气下沉，灵气稀薄，且妖邪横行。但云宝拥有吸取妖怪道行这个金手指，还有驱邪捉妖的天赋，炼气化符应该不难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学呀？我们先去找徐管家要符纸。好的。得到符纸后，云宝双手掐诀，吸收着天地灵气。可人界灵气稀薄，戾气等负能量的气倒是多如牛毛，丝丝缕缕的黑气从周遭飘进来，尽数被云宝吸收。我去，黑气都被云宝吸收了，他岂不是要变成魔修？云宝，这些黑气会把你变成坏人，不能吸收。那我吐出来吗？
富贵伸出爪子探入云宝的丹田，却发现被吸收的负能量居然变成了至纯至真的灵气。我去，瞬间将黑气炼化成灵气，至少是仙门中人才做得到呀！难道云宝真的是天赋绝顶的天才？云宝，你试着利用神识去感受笔尖的触感，你练个几日便能找到画符的窍门。小狗狗，我的脑壳里好像有一支笔在写字呢。你都还没练习，怎么可能找得到窍门？想当年，本王初学符术，练了3日才摸到窍门，画符近100张，才画出第1张灵验的符。咱们云宝这凡人之躯，比他还逆天。嘿嘿，我好厉害啊！我可以开始画符喽。云宝笔画虽然不够流畅，有的还歪歪扭扭，但总体而言还算有模有样。不多时，一张真言符大功告成。不错，这样的符你先画个几十张，应该能画出1张灵验的。突然，在富贵震惊的目光中，云宝的真言符散发出淡淡的金光飘了起来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眼看着云宝画好第3张符，依然散发出金光，富贵心塞得快要原地去世了。而他每交一种符，云宝统统1张搞定。小狗狗，我画的符会自己飞，还会发光。我要给自己加鸡腿，也给你加鸡腿。这些符你再画一遍，要很熟练才行。骄傲被打击的富贵决定去厨房吃点鸡腿，将悲愤化为食欲。而他刚离开不久，苍凌霄便走了进来。一进屋就看见趴在桌上的云宝，鼻孔还流着鼻血。云宝，云宝，你怎么了？徐管家，徐管家，快去请太医！匆匆赶来的徐管家看到眼前的一幕也震惊了。自家世子从小就不爱与人接触，可此刻却紧紧地抱着云宝。小世子，太医很快就到，你把云宝小姐放到床榻吧。你去门口看看，太医什么时候才到？苍凌霄不明白气息正常的云宝为何不醒，这一刻他突然就想到了府中一直流传的妖邪，一双眼眸霎时变得嗜血寒厉，将刚进屋的富贵给吓得一身毛都竖起来了。我去，这小世子竟然是个隐藏疯批！富贵看向云宝，只是一眼便认出云宝是画符太多，透支灵气过度导致的昏厥。随后赶来的太医诊断结果也跟他差不多。小世子，这小姑娘身子孱弱，累着歇息几日便能痊愈。太医开了药方便告辞离去，而苍凌霄也稍稍放心。他来到案前，却看见几十张符箓，脸庞一下就黑了。是你让云宝画符的？过去，本王是上古神兽白虎，他只是个弱小的凡人，属狗不属人，怕他个球球！是本王怎么的？笑死本王了！本王的话你能听懂吗？哼，本世子为你准备了一个暖和舒适的哦。来人，严加看守，不许他出来。区区狗笼也想困住本王，你给本王等着！而云宝睡了1天1夜才醒来，吃饱喝足之后，才终于想起富贵。我的小狗狗呢？小狗狗在他的窝里休息。真的吗？云宝不要相信这个疯批，他把本王关在笼子里，就是要拆散我们。小狗狗，你好可怜哦。都跟你说了，本王是神兽白虎，神兽白虎啊！此时的宁远侯府，江天磊带着儿女和一众下人暂住别院。一想起江家延续100年的基业被云宝放火烧成断井颓垣，江天磊就恨不得嘎了云宝。侯爷，派出去的人都没找到二小姐。他只是个小屁孩，身上又没银子，能去哪里？必定还在城里，掘地3尺也要找到他。是。父亲，有一个坏消息，说军械监那个督造的差事交给工部里大人负责了。什么？军械监督造是个肥差，无数人抢破头都想得到当朝太子和小世子的青睐。而江天磊对军械颇有研究，督造方面也经验丰富。这次竞选一直是胜券在握，却没料到嘴的鸭子竟然飞了。父亲，不如我们带着厚礼去求见小世子，或许事情还有转机。你说的对，今夜我们去摄政王府求见小世子。我这就去备礼。侯爷，找到二小姐了，有人看见她进了松鹤楼。这孽障居然溜进松鹤楼偷吃，你跟我去松鹤楼，我要亲手把这孽障抓回来。5岁小奶娃被亲爹赶出家门，转头就被摄政王世子宠上天。亲爹得知后想嘎了他，亲姐茶言茶语想要代替他。接上集，苍凌霄带云宝逛街扫货，顺便带他到松鹤楼吃饭。吃饱后，云宝在后院溜达消食，突然一道怒吼破空袭来，孽障！云宝的小身板本能的一震，抬头看去，江天磊嘎气腾腾的奔来。别打点千里送人头！你这个哒，侯府100年的基业毁在你手里，本后要你嘎！你脖子上那东西是来凑数的吗？你那破侯府有个屁的100年基业！
江天磊被气得七窍生烟，他大步过去，粗暴地拽着云宝胳膊。今日定要把这不孝女抓回去，让她尝尝生不如洗的滋味。就在他走神之际，云宝用力挣脱，朝着苍凌霄跑了过去。他打你了？哟呵！本侯管教闺女，闲杂人等少管闲事。还在放狠话的江天磊，在看清苍凌霄的脸后，陡然一惊，眼睛几乎爆出来。宁远侯在朝堂威武从容，人模狗样，私下里却对孤弱质子这般凶残暴力，当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拜见小世子。哦，那位少年就是摄政王府小世子吗？年方12，就这般归姿艳逸，长大了还了得？听说这位小世子文韬武略，锋芒不让欺负摄政王。12岁辅政，攀压文武百官，稳定朝堂局势。古往今来，也就咱们小世子一人。这就是我梦见过的小哥哥呀！臭丫头怎么可以赖在小哥哥的怀里？小哥哥抱的应该是我。小世子有所不知，小女犯了大错，下官把她带回去管教。子不教父之过，既是如此，侯爷先受100杖，再来管教闺女。张天磊想着自己还有求于苍凌霄，竭力压下怒火，不敢造次。此乃下官家事，还请小世子不要插手，让云宝跟下官回府。云宝，你想跟他回去吗？小哥哥，我不要跟他回去。云宝，小世子身份尊贵，不是你能得罪的。你快下来，到爹爹这边来。哼，你踢我，用柳条抽我，还掐我，我不要你这样的爹爹。这都是云宝夸大其词，胡编乱造，小世子莫要相信。这小世子如此呵护云宝，正好可以利用云宝接近小世子，如此一来，就能攀上摄政王府这棵参天大树了。这时，江宝玉满脸娇羞地走了过来。宝玉拜见小世子。云宝，快看，小白花要表演茶艺了。妹妹，你打伤爹爹是天理难容的不孝。虽然你烧了我的寝房，但是不要紧，我不会责怪你。可是你烧毁整个侯府，便是闯了大祸。小世子知道了臭丫头做的事，再看见自己的美丽优秀，一定会抛弃臭丫头的。妹妹，跟姐姐回家，今后姐姐会竭尽全力保护你。哼，我没烧你的寝房，是你自己烧的。你嫁祸给我，就是想让爹爹哥哥们讨厌我，嘎了我。妹妹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想法？小世子，妹妹年幼，心思难免偏执，请让妹妹跟我回去。滚！小世子，妹妹自小谎话连篇，闯下不少祸事。听得不耐烦的苍凌霄左臂一挥，用内力将江宝玉击倒。江天磊迅速飞奔过去，心疼地把他抱起，嘘寒问暖。唐风披见查大人领袖在线虐诈。再诬陷云宝半个字，本世子绝不轻饶。臭丫头，你抢了我的小世子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小女莽撞，恳请小世子念在她年幼的份上，不与她计较。面对江天磊的道歉，苍凌霄恍若未闻，抱着云宝离去。而这目中无人的态度，把江天磊气得不轻。小世子，云宝是下官的女儿，请把云宝还给下官。苍凌霄突然转身，众人都没看清楚他如何出击，只见眨眼之间，江天磊已经摔飞到花圃里。虐打云宝，你这种心肠狠毒的人，不配当父亲。一旁的江宝玉目不转睛地盯着苍凌霄，稚嫩的脸上写满了志在必得。等众人离开后，才想起亲爹。而江天磊肋骨断了2根，手骨和腿骨各断1根。江漠北兄弟几人即便愤怒难忍，但也不可能找摄政王为父亲报仇。本想带着厚礼求见小世子，如今也没必要登门了。哥哥，妹妹说她不是灾星，那灾星是我嘛？哥哥，你们把妹妹接回来，把我送去乡下庄子吧。只要我离开家，妹妹就不会生气，小世子就不会针对我们，我们江家就会好起来。兄弟几人正想安慰江宝玉几句，可人已经跑了。而江泽宇因为不放心，便跟了过去。刚到凌霜院，就听见江宝玉歇斯底里的骂上：该洗，江云宝该洗，小世子是我的，他凭什么抢走我的小世子？早知道那晚，我就应该一把火烧洗他，他就不会抢了我的小世子。玉儿怎么会说出这般刻薄的话？那夜的大火是玉儿放的，不是云宝。大小姐，奴婢早就说过，二小姐会抢走原本属于你的东西，还会影响你的运势越来越差。别说了，你快想办法啊！门外江泽宇心乱如麻，精神恍惚地回到自己的寝房，呆坐许久后，突然吩咐侍从
将侍女春兰带到柴房。我问你2件事，若你有半句虚言，我就把你发卖到勾栏马社。雪儿生辰的前3日，她的新衣裳和首饰被毁了，是她自己弄坏的吗？奴婢不知。说。奴婢看见2小姐来之前，大小姐的新衣裳已经剪坏了。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，如果被我发现有其他人知道了，后果你清楚。是。灾星，云宝当真是灾星吗？此时的摄政王府里却不太对劲，徐管家在自家小世子的寝房愁眉苦脸的进进出出，而富贵打探到消息后，立即回去报信。云宝，你的小哥哥就急复发了。云宝一溜烟跑到了苍凌霄的房间，刚好碰见徐管家送太医出来。太医一脸沉重的摇头离开了。小哥哥，你不要死！不哭不哭，我没事。你骗我，小哥哥，你不要丢下我！苍凌霄哄了好一阵子，才让云宝相信他只是眼疾复发。即便太医院所有太医会诊，各地名医也有3、5人来瞧过，都对苍凌霄的病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咦，为什么小哥哥的眼周有乌红的小点点，还飘着一丝细微的黑气？管家伯伯和太医他们都看不到吗？这1年来，小世子每个月总有2次眼疾复发，而且事物越来越模糊。狗狗，三哥哥的师傅是有名的神医，我想求三哥哥给小哥哥医治。江家老三治不好小世子的眼睛。那小狗狗，你这么厉害，你可以治好小哥哥的眼睛吗？在这天底下，只有你能治好他的眼睛。真的吗？方才你看见他的双目，有何发现？云宝回忆起自己看到的，歪着小脑袋说了刚才的发现。寻常人换了眼睛，可不会冒出黑气。小世子是被人下了鬼眼咒。鬼眼咒是什么？有人做了个代替小世子的小人，每个月的月中、月末，在子时用针扎小人双目，这针浸泡了蛊毒，中了咒的人会双目刺痛，渐渐失明，接着眼睛、脸头都会烂掉。我要找到那个害小哥哥的坏蛋，把他踩扁了，踹到臭水沟里。救小世子不难，先画符吧。小狗狗，这次画什么符呢？斗转星移符和解咒符。几日来，云宝在睡觉之前都会练气1个时辰，吸收少之又少的灵气，更多的是方圆数里之内的负能量之气。很快，云宝就画好了2张符。现在早一些，救不了缝制一个娃娃。小半个时辰后，云宝终于缝制出一个丑萌丑萌的娃娃。这个娃娃就是你的小世子啊！小哥哥才没有这么丑呢，我再做一个。你忍心让你的小哥哥嘎了吗？此时的苍凌霄躺在床榻，双目刺痛的快晕厥过去。一旁的徐管家又焦虑又担心，恨不得替他承受这些痛楚。小哥哥，我画了符帮你治病，很快你就不疼了。我没事，熬过今夜就好了。云宝，你先回房去。徐管家想要送他回房，被云宝拒绝了。他按照富贵说的，把布偶放在枕头边。苍凌霄本想阻止，但也知道他有几分本事，便决定让他试试。把斗转星移符夹在指尖，然后念法诀。在徐管家震惊的目光里，小奶包指尖夹着的符，在复杂难懂的法诀加持下，猝然飞到半空，下一瞬，精准的落在布偶。不多时，苍凌霄便慢慢睁开了双眼，而那张解咒符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于他的额头。那个布偶原本丑萌丑萌的布偶，上面却无端的多了密密麻麻的针眼。这个布偶代替自己承受了伤害。突然间，云宝直直的倒了下去。云宝，苍凌霄将云宝放在床榻，而后紧紧的盯着富贵。小世子看着这狗干什么？小世子，奴才去传符医来瞧瞧。徐管家的询问并没有得到回应，因为苍凌霄正认真听着富贵的碎碎念。云宝这小笨蛋，有个人耗尽灵力，还把自己整晕了，就连本王都失去了一大半灵力。同上次的情况差不多，云宝消耗了太多体力，过于虚弱才昏厥。苍凌霄也终于松了口气。本王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怎么可以粗暴的甩本王？我和拆桥是没好下场的。臭小子，有本事你永远不要求本王。京城某个暗室中，一个穿着黑色道袍的中年男子突然喷出一口黑气，下一瞬，身旁的桃木小人轰的一声燃烧起来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鬼眼咒是失传数百年的魔修禁术，听说过的人少之又少，怎么可能有人破得了？
接上集，得知云宝住进王府，江宝玉极度的面目全非。为了代替云宝成为世子妃，他特意在街边蹲了2天，终于碰见苍凌霄出门，立马娇滴滴的走了过去。拜见小世子，宝玉冒昧，只说几句话，恳请小世子能听完。妹妹离家多日，幸得小世子悉心照顾，宝玉感激不尽。但宝玉和哥哥们实在想念妹妹，小世子，宝玉可以去王府见见妹妹嘛。只要自己进了王府，一定让小世子厌恶死丫头，到时候小世子一定会喜欢自己的。一想到可以进王府，江宝玉就忍不住雀跃起来。不远处，江泽宇戴着一顶斗笠，将江宝玉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，只觉得无比的讽刺。这样一朵温柔善良的小白花，谁会想到她还有刻薄狠毒的另一面？而江宝玉满心期待看着马车，可回答他的只有车夫。我家小世子的意思是，说完了就滚，别在这挡路。小世子，妹妹年幼，不会照顾自己，宝玉真的很担心妹妹，只想见她一面，恳请小世子成全。你以为偌大的王府照顾不了一个小姑娘吗？宝玉不是这个意思，若小世子不同意，宝玉便跪在王府门前，长跪不起。王府是你想跪就能跪的吗？哼！说完，车夫便驾着马车离开，而江宝玉不顾一切的在后面追着。小世子，求你让我见见妹妹吧，为了妹妹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小世子，小世子，他摔倒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来来往往的人都在嘲笑着江宝玉，暗中观察的江泽宇心一软，本想将他扶起，却见江宝玉自己爬起来。哼！你不要我跪在王府前，我偏要跪。果然，玉儿在他们面前表现出的柔弱，一直是伪装的。江宝玉带着丫鬟春兰，径直跪在摄政王府前，而王府的人根本不理会。大小姐，小世子不会见你的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住嘴！小世子见我跪这么久，一定会心疼的。小世子很快就会出来扶我起来。小世子跟寻常的少年不一样，大小姐何必受这个苦？哼！小世子必须喜欢我，也只能喜欢我。我不能让那死丫头得意的住在王府里，只有我有资格住在王府。那你跪着不就行了？咋非要拉上我一起跪？这班上的真是烦死了。一旁偷偷观察的江泽宇听了他的话，失魂落魄的离去，心中更是充满了悔意。王府内，云宝刚睡了一觉醒来，苍凌霄本不想让他知道江宝玉跪在府门外一事，却还是有仆人说漏嘴。云宝，你想见你姐姐吗？这朵伪善的小白花几次三番害我，就算她跪在我面前求饶，我也不会让她污了我的眼。苍凌霄立刻传令下去，让人把江宝玉丢远一些。小狗狗，害小哥哥的坏蛋呢？我怎么做才能找到他？云宝，这件事不重要。很重要的，坏蛋差点把小哥哥的眼睛弄瞎了，我要教他如何做人。你快教我呀！这个，他躲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，很难找，本王暂时想不到办法。那你快想办法呀！若你明天想到办法，我给你加10只鸡腿。哦，本王这就去想，哈哈的想。发现再不留，一身狗毛就要被某个疯批拔光了。云宝，有你在，任何人都伤害不了我。我们等着坏蛋自己现身便好。小狗狗说：“小哥哥，你把我画的符带在身上，那些邪祟精怪就不敢靠近你。我要多画几张符。”说完就哒哒哒的冲回寝房，麻利的开工画符。云宝，你身子骨弱，不能耗费元神，画2张便去睡觉，知道吗？小哥哥，我没事的。若你不听话，我生气了。好吧。府门外，险些晕过去的江宝玉终于看见府门开了，以为是苍凌霄出来接他，欢喜地支棱起来。只是一瞬，微笑凝固在他的面上。4个抚卫粗暴地轰摆他们，把他们赶到街边才罢休。江宝玉顺势晕过去，而抚卫面无表情地离去。他们不应该把昏迷的自己带进王府吗？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？一定是死丫头对小世子说了自己的坏话，小世子才会不理他。江漠北得知江宝玉跪在摄政王府前，匆匆赶来，想要带他回去。大哥哥，我不走，我要等小世子出来，答应我见妹妹一面。明日我陪你一起来王府求见，我们先回家。一回到江家，江老二江明浩立即给他把脉。玉儿就是太善良，太傻了。放心，他不会让自己死的。江泽宇没心没肺的风凉话，在3人听来格外的刺耳。
老四，你的脑袋是不是在茅坑的石头上撞坏了？我比你们任何人都要清醒。玉儿去摄政王府，根本不是去见云宝，而是要见小世子。雪儿当然是求见小世子，不然如何见云宝？那你们可知他在想什么？他想的是，他要得到小世子的青睐，取代云宝住在王府。住口！你怎么可以这么说玉儿？玉儿单纯善良，对云宝呵护备至。我们江家全他丫的眼瞎心盲，他丫的被一个小姑娘耍得团团转。等你们看见他的真面目，你们会悔恨的剪断自己的肠子。老四阴阳怪气的，是不是在街上被揍的脑残了？哼，我看他就是欠揍。床上的江宝玉已经醒了，却闭着双目，假装没醒。四哥哥怎么会知道自己心里的想法，又对自己漠不关心？是误解什么了吗？翌日，江漠北带着江宝玉去摄政王府，等了1个时辰，才终于看见苍凌霄的马车回来。小世子，我与舍妹在此等候良久，请准许我们与云宝见一面。不准让闲杂人等靠近半步。小世子，我和大哥哥想念妹妹，今日来接妹妹回家，至少让我们进去跟妹妹见一面吧。将他们给我轰走。小世子私自扣下江家女儿，又不许我们和云宝见面，是何道理？小世子，我们只想见姐妹妹，没别的意思。云宝踏出宁远侯府的那刻起，便与江家恩断义绝。如今她是本世子的人，是摄政王府娇贵的小姐，不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。接上集，处心积虑想要进入王府的江宝玉，在江漠北的带领下，终于偷偷溜进了王府。就在他幻想着干掉云宝，成为王妃时，自家大哥却因此丢掉了新科状元。徐管家不好饭菜，笑呵呵地伺候两人吃饭，一抬头就看见鬼鬼祟祟的江漠北两人。这个死丫头有什么资格吃小世子包的虾？江漠北，你擅闯摄政王府，新科文武状元的功名是不要了吗？江漠北也没想到自己只是闯了一下王府，自己的状元名头就不保了。小世子息怒，草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只要能够见到云宝，草民愿受任何惩处。哼，你最好承受得起本世子的惩处。吏部已经拟定你的官职，但你行事莽撞，不知进退，便留在自家府里教导你的好妹妹吧。闻言，江漠北如遭雷劈，彻底僵住。以他双料状元的功名和本事，本应给他安排一份艳羡世人的差事，可他得罪了苍凌霄，以至于丢了差事。江云宝这个宅星克完父亲又来克我。徐管家也听过江家人做过的事，没好气的赶他们出去。江宝玉却绕过他来到云宝身旁。妹妹，我和哥哥们都很想你，你跟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小哥哥，哪里来的狗在乱叫，吵得我都没心情吃饭。小狗狗，这是你邀请的小伙伴吗？本王不是狗，本王是神兽，跟它不是同类。被骂作狗的江宝玉气得不行，却只能藏起心里的阴毒。妹妹，只要你跟我回家，爹爹哥哥们不会再苛责你，会喜欢你的，是吗？云宝的态度让江宝玉觉得有戏，更加卖力的表演。爹爹说会为你补半生辰宴，你想要什么，爹爹和哥哥们都会买给你。爹爹和哥哥们不会再打我、抽我，更不会杀我吗？当然不会，爹爹和哥哥们怎么会打你呢？既然你们不走，便留下来伺候云宝吧，跪着伺候。一旁的徐管家秒懂，将茶水放在江宝玉和江漠北的手里。江大小姐、江大公子，不愿意跪下伺候就滚。被羞辱的江漠北屈辱的几乎咬碎后牙槽，一扭头却看见江宝玉缓缓跪下。玉儿，不要！大哥哥，只要妹妹愿意回家，我做什么事都可以的。江宝玉的眼眸泪花闪闪，把忍辱负重演得恰到好处。而江漠北为了帮助他，只能压下心头的怒火和酸楚一同跪下，心中对云宝的痛恨更甚。小世子厉害啊，将昔日高高在上的江家兄妹狠狠地踩在脚下，不必杀人，只需诛心。看着苍凌霄细心照顾云宝的画面，江宝玉被刺激的双目通红，只能不断地安慰自己：忍住，必须忍住，再过不久，小世子全心全意呵护的小姑娘一定是自己。吃饱后，云宝也不理会两人，冷漠的离去。江宝玉气得脸都绿了，却不敢流露出半分不满。江云宝，给你脸了是吧？你真当自己是摄政王府的小姐了吗？江大公子，你把云宝当作亲妹妹了吗？你连跟她同案吃饭都没有过，有资格当她的兄长吗？徐管家，把这两株狗不如的王八轰出去！正愁无用武之地的徐管家，亢奋地拿起扫帚，威武霸气地轰。大哥哥，是我害你受辱了，都是我不好，跟你无关。可妹妹攀上了小世子，不愿意跟我们回家，怎么办？玉儿，我们尽力了，算了吧。妹妹离家，娘亲在天之灵会怪我没照顾好妹妹。若云宝给小世子带来血光之灾，如何是好？玉儿，你放心，云宝如此虚荣，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小世子赶出来的。
深夜，摄政王府守卫森严，几队护卫来回巡视，然而却防不住鬼影飘忽的魑魅魍魉。终于现身了，云宝，快醒醒，该搞事业了。我想睡觉觉。有妖怪要吃你的小哥哥，你再不救他就来不及。一句话还没说完，云宝就冲出去了。富贵急忙跟上，拦住他冲进小柿子的几步。妖怪不在这里，等我来。王府的西北处有一片荒废多年的空地，此刻却弥漫着血色迷雾，充斥着各种诡异的声响。云宝，你怕吗？那只妖怪见到我会吓哭吗？云宝，你这平平无奇的普信小女孩，太对本王的胃口了。突然，前方传出阴惨惨的桀桀笑声，下一瞬，迷雾里显现出一个巨大的黑影，好似一只奇形怪状的怪兽，一根大腿粗的触手迅速缠住云宝的脖子。据接上集，云宝与富贵深夜来到王府后院，却不想被妖怪搞了个偷袭，差点就嘎了。好不容易处理完妖怪，却碰上江家老四上门道歉。云宝他是痴，快把妖兽符和暴揍符取出来。云宝艰难地念着法诀，想要把妖兽符和暴揍符取出，可是张牙舞爪的触须却捆住了他的身躯。当苍凌霄赶到时，就看见被怪兽捆得只剩下小脑袋的云宝，来不及思索，急切地调动火力冲了上去。然而，这波毁天灭地的攻击对吃无甚作用。云宝，你怎么样？小哥哥，我没事的，你不要过来。云宝，快抽干他的道行！吃在下修界吃了不少凡人，才积攒了数百年的道行。此时，他眼睁睁地看着妖力流泻出去不复回，怒不可遏地吼：“停下来！本王叫你停下来！”云宝，踹死他！我是谁？我在哪？这个人类怎么可能踹得到他？就离谱！云宝将2张符箓扔出去，小嘴巴巴的念法诀，破！2张符箓飞到半空，金光迅速变成一张金灿灿的大网，把身形巨大的吃困住。下修界什么时候这么魔幻？一个凡人也能画出上修界最顶级的灵符。吃癫狂的怒火试图挣出牢笼，但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。不多时，他的身形就缩成狐狸般大小，趴在地上哼哧哼哧的喘气。我叫你吃，我叫你吃，臭臭最适合你吃了。你这么弱小，为什么踹妖这么疼？踹的就是你这种吃货怪兽。你吃了多少人？多，数百人。这还不多，你害得小哥哥的眼睛差点瞎了。我要把你踹到茅坑里，让爸爸充实你的妖生。本王只吃人，对眼睛没兴趣。害小哥哥的坏蛋不是他吗？或许云宝就是这些妖邪的克星。云宝抽干了吃的妖力，而富贵则是把吃的壳子和妖丹一并咽完。随后，苍凌霄抱着他回到寝房，云宝睡着后，才拎着富贵离开。灶房那个杂役也失踪了。昨儿半夜，我听见厉鬼的笑声，好可怕啊！你们听见了吗？你们别不信，昨晚西北那边有动静，我便过去瞧瞧，就看见那边弥漫着可怖的血色迷雾，还有一只巨大的黑影。那黑影是怪物吗？别说了，我会做噩梦的。胡说八道什么？耽误了主子的事，仔细你们的屁！徐管家，西北那边真的有怪物吗？西北那边要种植桃花、杏花、海棠，还会辟出花圃。今日就动工，哪来的怪物？闻言，仆人们作鸟兽散。而徐管家想起自家小柿子说的，心情不由得大好。明日我会去关谢前交代西北种植一事。云宝已经消灭了困扰王府多时的妖邪，府里那些关于魑魅魍魉的流言蜚语，务必杜绝。云宝小姐真是小柿子的福星，也是摄政王府的福星呢。午后，云宝在房里画符，徐管家来报：云宝小姐，江府四公子求见。徐管家本不想告诉云宝，但江泽宇在府门外等了2个时辰，非要等到云宝就寝了才会离去。而云宝想起在江家，江泽宇对他又踢又踹，正好他还没报仇，便让徐管家将人带了进来。云宝，这些是我买的，若是喜欢便尝尝。云宝专心致志的画符，对江泽宇的到来直接无视，而江泽宇也不打扰他，静静的在一旁看着。幸好梦里的一切都没有发生，云宝也好好活着。就在昨夜，江泽宇梦见云宝死得很惨很惨，梦里的云宝好像犯了大错，被父亲毒打得奄奄一息。哥哥，我真的没有害过姐姐。梦中的云宝抓着江泽宇的袍角，血泪交加的哀求，可他没有半分怜惜，暴怒又嫌弃的一脚把云宝踹到墙壁。从噩梦中惊醒后，江泽宇连忙赶到摄政王府，想要再看一眼云宝。你是为了江宝玉他们来的吗？是来打我的吗？云宝，今后我都不会再打你，余生四哥哥会拼尽全力守护你，不让你受到半分伤害。那你是来骂我的？不是的，云宝，四哥哥醒了，不会再糊涂了，今后四哥哥会补偿你。我在王府很开心，
小哥哥喜欢我，关心我，需要你补偿吗？我知道，我只是略表心意。你想打就打，想杀就杀，想补偿就补偿。你把我当作布偶，还是你想让自己好过一点？云宝，我错了，我是活该千刀万剐的混蛋，我不该偏听偏信，不该偏爱育儿，不该冷落你憎恨你，更不该粗暴残忍的伤害你。你的后悔，你的补偿，我不稀罕。你走吧，你不要再来，我不会见你的。云宝，我管家伯伯，以后不要让江家那些讨厌的人扎进来。好嘞。江泽宇刚走出王府大门，就看见他买的那些吃食被扔出来。父亲与我们兄弟4人，苛待孤弱之子，动辄虐打。就算云宝是灾星，克死了娘亲，可是他只是个婴孩，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，他有什么错？你俩若是听不懂人话，本姑娘也略懂一些拳脚。据接上集，为了带云宝散心，汤凌霄带着云宝前往将军府参加寿宴。两人正同寿宴主角蓝老夫人聊天，一个小姑娘兴奋地飞奔进来。凌霄哥哥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！抱住苍凌霄的小姑娘是程将军的妖女，同江宝玉一样在千娇万宠里长大。久久不许无礼！哼！凌霄哥哥，我好想你啊！你想我吗？凌霄哥哥，你是不是有了别的小姑娘，就不喜欢我了？我从未喜欢过你。久久不许胡闹，老身管教无方，让小狮子见笑了。不关老夫人的事，我先带云宝去逛逛贵府园子。汤凌霄拉着云宝的小手离去，而程九九还在卖力的嚎哭，想以此博得心上人的关心，却被无视了个彻底，不甘心的追上去。凌霄哥哥，你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吗？你抢了我的凌霄哥哥，你是狐狸精。若我是狐狸精，早就把你吃掉了。小哥哥不是我的，也不是你的，是他自己的，谁也抢不走。从小被娇宠着的程九九，从来没有被同辈挑衅，心头的怒气更重。凌霄哥哥不理我，就是因为你，我一定会打死你这只狐狸精。一旁的程老夫人面色阴沉，立刻吩咐一旁的侍女强行把程九九带走。小世子99年幼无知，口不择言，请你原谅他的鲁莽和无礼。程老夫人掌家极严，可自家儿媳对程九九过于溺爱，以至于让程九九长歪了。九九平日里不会这么蛮横无理，老身带他向小世子和小姑娘道歉。老夫人言重了。两人一离去，程老夫人立刻吩咐身边的老嬷嬷去打听云宝的底细。不多时，老嬷嬷回来复命，原来她就是宁远侯的妖女，也是个苦命的孩子。汤凌霄正打算带云宝离开将军府，却刚好碰上被云宝救过的杨学武，两个小姑娘相见甚欢，牵着小手就跑了。而苍凌霄也被程家大公子邀请走。另一边的程九九被关在房里教导了几句，佯装知错了，便重获自由。一出门立马找起云宝，刚好听见几个女眷在谈论云宝。原来是个摘星，走了狗屎运，被凌霄哥哥捡回去。程九九恨恨地笑起来，随即吩咐侍女去办事。不多时，就在府内设了个聚会，来府玩耍的孩子大多被邀请过来，而江宝玉也在其中。在看到云宝的瞬间，脸一下就黑了。江妹妹，听说你和云宝是好姐妹，不如你们坐在一起吧。程姐姐，只怕我妹妹不愿意。云宝，你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姐姐坐在一起？因为云宝要跟我坐在一起。妹妹，虽然小世子待你很好，可你不能一直赖在摄政王府，缠着小世子会招惹闲话的。我没有缠着小哥哥，你是命里带煞的灾星，赖在王府会给小世子带来厄运和血光之灾的。难道你想看见小世子受伤流血吗？云宝不是灾星，你在唧唧歪歪污蔑云宝，我做不死你。江云宝，你怎么有脸赖在王府？你是不是要害死凌霄哥哥？你再说半个字，我把你揍的你爹娘都不认识。这里是我家，我想说就说。云宝是灾星，是狐狸精。今日若他不离开凌霄哥哥，我就打死他。碍于将军府的地位，在场的人也不敢反对，纷纷附和程九九，把灾星狐狸精抓住。程九九，你今日是不是没漱口？隔得这么远，我都闻到你嘴里的臭味了。我也闻到了。你竟敢骂我，我打死你！只是瞬间，一群人就打成一团，而杨学武略懂一些拳脚，直接将程九九按在地上打得嗷嗷叫。看到杨学武凶悍的模样，一时之间竟无人敢上前帮程九九，而江宝玉也趁机来到了云宝背后。尝到踹人甜头的江宝玉再次发起攻击，却不想被云宝抓住脚，使力的一转。正在揍程九九的杨学武发现江宝玉打云宝，直接将他拖了过去。再敢欺负云宝，我把你们揍成肉饼！当程家人闻讯赶来时，就看见这乱糟糟的一幕。小哥哥，我没受伤，是学武姐姐保护我的。凌霄哥哥，我好疼呀，你帮我吹吹好不好？
众人心疼自家的孩子受了欺负，纷纷讨伐，要杨太尉给他们交代。是陈九九先动手的，难道我家雪儿要躺平了让你们的孩子打吗？还有，你们的孩子一窝蜂的围攻雪儿，你们的脸得有多厚才能说出这种话？眼看众人争执不休，将军程正龙摔了茶杯，露出声响，才让众人安静下来。小女九九不仅没照顾好诸位的孩儿，还带头闹事，是她的错。程某叫女无方，程某和小女给诸位道歉赔罪，九九还不跪下赔罪？哼，爹爹，我没错，他打我，他要向我和大家赔罪。平日我就是对你太纵容，你才这般无法无天。今日你不道歉，就去跪祠堂，不认错就不许起来。99年幼，又受了重伤，若去跪祠堂，如何挨得住？就是因为你太过溺爱，九九才会变得骄纵蛮横。王管家，把他给我关在祠堂，严加看守。各位，实在是程某教女无方，今日之事还望各位谅解。闻言，在场的众人不好再说什么，而苍凌霄担心云宝再受到伤害，向程家人告辞，却被江家老二拦住去路。云宝，玉儿是你的姐姐，你怎么可以打她？你的狼心被狗吃了吗？二哥哥，你不要责怪妹妹，妹妹不是故意的。小柿子当时很混乱，妹妹应该是不当心打到我的。我不是不当心，我就是用力的打你。小哥哥，他先踹我，我也踹他，很公平。你不认错就算了，竟然还敢冤枉玉儿。云宝不会说谎，无论他说什么，本世子都绝对相信。我就是揍他了，下次看见他我还要揍。我做过什么都会认，不像他做了不敢认，戴着伪善的面具害人呢。你给我住口！你没有资格吼云宝，更没有资格质问他任何事。云宝是王府的人，跟江家没有任何关系。若有人胆敢伤害云宝半分，本世子定会让他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小柿子，我也不相信妹妹是灾星，可是我担心妹妹会害得小柿子遭受无妄之灾。你当众说我的坏话，是不是想得到小哥哥的喜欢呢？我帮你问问小哥哥好不好？江宝玉的心机与意图，在场的众人都瞧得出来。如今都知道他是矫揉造作的伪善小白花，可江宝玉并不知晓，还在装着委屈。本世子饱受眼疾的折磨，太医院和几位名医医治了数月，而云宝只用1夜，便让本世子的眼疾痊愈了。还有这几个月来，王府不断的有仆人离奇失踪，本世子前后请了3位天师来府里驱邪捉妖，但根本无用。云宝在王府住了几日，忽有邪祟现身，后被我们降服了。在场的众人都议论着，灾星一跃成为福星，是否太儿戏？苍凌霄牵着云宝离去，突然一物从天而降。有人提着胆子上前看了一眼，却发现是一名女子。这位姑娘好像是周四郎家的次女。你说我肚子里的不是孩子，笑话，那她是什么？是采花贼呀！续接上集，周家次女赤果果从天而降。就在众人猜测这采花贼是谁时，却被云宝告知采花贼在一妇人肚子里。这周二小姐从天上掉下来，还是赤果果的模样，怕是被人毁了清白。在3个月之前，不是有几个闺阁女子无故失踪，2日后忽然出现在家门口，身上也只有红纱。听说京兆府颁布海捕文书，追查1个月，连采花贼的影子都没找到。那采花贼消失了3个月，如今又出现，还把遇害的姑娘丢到这里，这不是向朝廷挑衅吗？周二小姐这辈子是毁了，采花贼丧尽天良啊！被议论的中心人物周二小姐依然昏迷不醒，周母哭得肝肠寸断，周侍郎也是悲愤交加。小世子下官恳求严办此案，把伤害小女的采花贼千刀万剐，为小女讨回公道。闻言，苍凌霄召来大理寺卿，把此案交给大理寺查办，而云宝则是跟着富贵来到了一名女子身前。你这个坏蛋，你以为你躲在里面，我就看不见你吗？你快出来，不然我把你揍扁了哦！女子是程正龙胞弟程正兴的媳妇陈氏，她已有5、6个月身孕，自打有身孕开始，就浑身难受且食欲不振，吃什么吐什么，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憔悴。走开！若你吓坏我的孩儿，我唯你是问。孩童1、2句话就能吓到胎儿，就算出事了，也不会有多少出血。弟妹身子骨弱，容易受惊，她这一胎也小气得很，经不起折腾，还请小世子见谅。小哥哥，他的肚子里没有小弟弟或者小妹妹，而是藏着一只可恶的怪兽。你在胡说八道，我不客气了。云宝，你真的看得见他肚子里有什么？
看得很清楚呢。这只怪兽看着很大，但又很小很小，它长得跟我们不一样，奇形怪状的，比上次那只吃货怪兽还要丑。就是他害了那位姑娘呢。云宝的话简直震碎所有人的认知，陈氏更是吓得面色发白，腿软的站不稳。走，你赶紧走。这位阿姨面黄肌瘦，病恹恹的，随时会原地去世，就是因为这只怪兽躲在她的肚子里，吸了她的营养和精气。若我不救她，再过3、5日，她就会翘辫子了。你竟敢诅咒我夫人！云宝，小孩子不能说谎骗人，他的肚子里当真有一只怪兽吗？云宝不会骗人，而且很厉害的。上次我昏迷不醒，就是云宝画符救醒我的。我们都看不见，很难相信你。你有办法证明你说的是对的吗？我把怪兽抓出来，程奶奶你就相信了。哦，简单的很，你把雷洪符晃一晃，它就跑出来了。我好怕哟，一个人类幼崽，一只有点道行的土狗，也想吓本王，不自量力。云宝从小包包里掏出一张雷轰符，在陈氏的腹部前晃了晃。怪兽，你再不滚出来，我把你炸成碎渣渣！这小孩脑子是不是有大毛病？就算有怪兽，一张平平无奇的符纸就能把怪兽吓出来。卧槽，他真的有金光闪闪的雷轰符。但凡是妖怪，无论妖力多么牛批，见了雷轰符无不光速遁走，因为雷轰符威力直接把他们秒炸。所有人都盯着陈氏的肚子，就看见一道黑影从他的腹部窜出来，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而他的腹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瘪下去。我的孩子，怪兽跑了，要追吗？跑得那么狼狈，不必追。云宝好厉害，又救了一个人。我明明怀了孩子，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见了？因为那只怪兽吃了你的孩。造孽呀！妹妹是灾星，走到哪儿就会发生离奇古怪的事。哎呀，我不是故意说妹妹的。你在夜香里泡了一夜，还是在臭水沟里躺了1日？你不必开口说话，我都闻得到你身上散发出的臭味。小哥哥，你闻到了吗？我也闻到了一股腐烂的臭味。我不说就是了。可是以前在我们家发生的怪事都是真的。咱家有什么怪事？你问我也不知道啊。众人面面相觑，经过刚才那一遭，他们也拿不准江宝玉说的是真是假。而程老夫人吩咐下人把陈氏搀扶回房歇息，又对云宝、汤凌霄表示了谢意。今日之事是程家欠了云宝恩情，来日若有机会，程家必会报答恩情。老夫人不必客气，我等先告辞了。雷来！续接上集，丢了饭碗的江天磊得知江宝玉被揍，气急之下偷偷找到云宝，想要威胁云宝帮自己求情，不料被云宝揍得见太奶。那孽障把玉儿打成重伤，我要亲手打死他。父亲，你冷静点，现在云宝有小世子护着，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兄弟二人劝说许久，才让江天磊冷静下来。玉儿，你忍着点，很快就不疼了。爹爹，玉儿不疼。你笑什么？玉儿被那孽障打成重伤，你也不关心玉儿？我笑他活该喽。老四，你过分了。四哥哥，你也受伤了吗？让二哥哥给你处理伤口吧。大可不必，我承受不起你假惺惺的关心。四哥哥，你为什么说我假惺惺？你给本后滚过来！阴阳怪气的，说的是人话吗？你什么态度？玉儿破了点皮，只是轻伤，你们就心疼的要死要活。云宝曾经被父亲你抽得遍地鳞伤，一个人伤痛缠身的，差点死在祠堂。你们在哪里关心过他的死活吗？你们，包括我，没人在意他的死活。云宝已经被你们逼得离家，你们还不放过他，还要赶尽杀绝，被揍不是活该是什么？哼！那孽障害死你母亲，刻着我们所有人，就该早早的去阴曹地府赎罪。够了！若云宝有机会选择自己的出生，绝不会愿意来到江家被你们骂作灾星，更不愿意被你们欺凌虐打。过了凄惨悲酸的5年，他只是个孩子，有什么错？江泽宇，你信不信我把你逐出家门？老四，你的脑袋被揍残了，胡说八道什么？向父亲道歉，向玉儿赔不是？不用你们赶我，这个家我早就不想待了，我自己走。
四哥哥，不要走好不好？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没有误解，你做过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是不是妹妹对你说了什么？妹妹想得到你的关心，我也想得到你的关心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你做过的事，迟早要还的。江泽宇，你胆敢跨出江家的大门，就永远不要回来。离开江家的江泽宇鬼使神差的来到摄政王。云宝，四哥哥终于离开了那个让人窒息的家。再过几年，我会成为一个有本事、有能力保护你的男子汉。将军府宴陈刚过去3日，又有3位官员家的闺阁女子无故失踪，还离奇的掉在长街闹事，无一例外失去了清白之身。大理寺紧锣密鼓的追查，可采花贼人间蒸发了似的，没有半点踪迹。而苍凌霄担心妖怪报复云宝，让他睡在自己的床榻，他则睡在小榻。小哥哥，你不是睡着了吗？我早就猜到你要偷溜出去。小哥哥太厉害了，那只怪兽害了那么多无辜的姐姐，我要去抓它。我陪你去，若有危险，你要听从我的指挥。我听小哥哥的，绝不让那只怪兽糟蹋小哥哥。我们去哪里找那只怪兽？有戒备，我能辨认出它的味道。云宝，不如我们先去看看那些受害的姑娘。苍凌霄带着云宝问起这些姑娘被掳后发生了什么事，她们都是答非所问。我和赵郎在一起，被翻红了，巫山云雨，很开心呢。我只爱杨公子一人，我要跟他情定3生。那夜东房花烛，我成为他的妻子，他整夜的缠着我，舍不得我离开一下呢。人世间最快乐的事，莫过于我和江公子在水里嬉戏，如胶似漆。我还有问题问他们呢，改日再问吧。几位受害的姑娘被同一只精怪掳走，为什么他们提起的男子却不是同一人？小狗狗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掳走他们的精怪师妹，这只妹机缘巧合得到魔修的法术，哟，我双修，实力不俗。这只怪兽真的很厉害吗？比上次那只是厉害一点，妹夺走闺阁女子的清白，有助于提升妖力和魔力。还给他们施了媚术，他们在幻象里看见倾慕的男子，颠鸾倒凤。颠鸾倒凤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一男一女互相蹂躏，互相糟蹋。一定要让这狗知道乱说话的严重后果。云宝饿了吗？两人下了马车，在街角面摊坐下，点了3碗面。不远处，江天雷躲在隐蔽的角落，阴狠地盯着云宝。太好吃了，人间美味，值得来这一遭。云宝，我们走吧。刚走2步，就有人认出苍凌霄，上前热情的聊天。等苍凌霄将人打发走，回头时，云宝与富贵却不见了。而云宝忽然看见江天磊朝自己招手，自愿跟他走了。你把玉儿打成重伤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再怎么恶毒，也比不上你恶毒。小世子不在，我一只手就能打死你。若是想我原谅你，你就在小世子面前为爹爹说几句好话，求他把军械监的差事给我，我就不再追究你把玉儿打成重伤。还有，你求小世子给你大哥安排一份好差事。你若是跪下来求我，我可以考虑一下下。死丫头，你找死！雷来！太奶！当苍凌霄找到云宝时，看见的便是这一幕。云宝，他打你了吗？他眼瞎撞墙了，真是太不幸了。再敢对云宝下手，本世子让宁远侯府家破人亡，万劫不复。苍凌霄和云宝正要上马车，突然一道红影从天而降。云宝，我们发财了！据接上集，潜藏多日的妹终于现形。云宝成功降妖的同时，也在京城出名。无数豪商捧着金子，只求买一张灵符。云宝，妹就在附近，用追影符。符箓径直飞向远处树上的黑猫，而云宝几人连忙跟上。云宝，快用圆形符和天罗地网符困住他。云宝快速的念法诀，金网牢牢捆住黑猫，在圆形符的金光下，黑猫也现出原形。妹拼了不死妖力反抗，试图突破金网无死角的封锁，金网收缩落到地上，妹索性放弃抵抗。哼，你蹂躏了那么多无辜的姑娘，今日我要把你蹂躏的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听不懂吗？是因为你是怪兽，听不懂人话吗？还是你的脑子没长好？你是不是把小狗狗拉的臭臭塞进去了？你害了多少姑娘？很多，他们要感谢我，给了他们一段欲仙欲死、刻骨铭心的时光。哼，我也会让你欲仙欲死、刻骨铭心。
云宝，你先别说话，你为什么挑官员家的闺阁女子下手？那些姑娘自诩端庄十里的名门闺秀，其实内心比勾栏马舍的姑娘更浪。她们不是想跟梦中情郎做一对野鸳鸯吗？那我就成全她们喽。际遇的少年，我最好你这一口，你从了我，我会让你长生不老。我不许你打小哥哥的主意，别磨磨唧唧的，赶紧踹死他！云宝慢条斯理地把一张吸气符拍在妹的身上，而后猛捶对方。很快，围观的百姓就听见妹的惨叫声响彻长空。我的妖力魔力是不是被你吸走了？是呀，你太坏了！我要当街蹂躏你，让你被所有人围观，还要让你尝尝残花败柳的滋味。云宝学虎狼之词怎么学得这么快？别打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你一个大坏蛋，要什么面子？云宝，试试你新画的烟花符。破！符箓散发出缕缕金光，把妹送上半空，而妹心里一喜，正准备逃跑，一瞬间，她感觉到撕心裂肺般的疼。围观群众亲眼目睹云宝猪妖除魔的全过程，很快就将云宝用灵符猪妖救人一事传遍大街小巷，全城轰动。另一边，江天雷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，云宝的本事从何而来，能把妖怪揍得没有反击之力。夫人到底生了个什么品种的怪胎？想吃鸡腿吗？只需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不许跟云宝说那些虎狼之词，不许带坏他。就这。看见了吗？若你带坏云宝，下场便是如此。烤鸡很美味，云宝应该喜欢吃，你喜欢吃吗？不喜欢，非常不喜欢。这只烤鸡是你的了。卧槽，小狮子听得懂他的话。小柿子府门外来了20-30人，有官员也有富商，叫嚷着要买灵符，都打发走。打发过了，但他们就是不走，说买不到灵符就在门口等着。哇，他们要买我的灵符吗？云宝小姐的符这么灵验，他们都要买。哦，云宝，谁会跟银子过不去？发财的机会来了，不出1个月，你就是富可敌国的小富婆。我是孩子，怎么变成老婆婆呢？听本王的就对了，卖灵符。当苍凌霄和云宝来到前院时，就看见外边黑压压的一片，不少人为了争夺一张还未露面的灵符，癫狂的叫骂着。叫府卫过来，把外边的人赶走。小哥哥，你不想让我卖符吗？云宝，你为什么想卖符？小哥哥，有很多跟我一样大的孩子，吃不饱穿不暖，没有爹爹娘亲保护，没地方睡觉觉，好可怜呐！若我有银子，就可以帮他们。你说的对，我们把卖灵符得来的银子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。那我们卖几种最普通的符就可以，比如平安符、驱邪符、化煞符等等。小哥哥果然是世上最好的人。卖灵符是有讲究的，那些朝廷官员和豪富富得流油，要搬空他们的金山银山。富贵说的对，是时候割韭菜了。每种符的定价不一样，寻常的平安符卖给百姓，驱邪符、化煞符卖给官员和豪富。那卖多少呢？驱邪符、化煞符一张1000两，改成2000两一张。为了避免百姓把灵符高价转卖，或者豪富逼迫百姓转卖，苍凌霄特意交代徐管家，平安符1两一张，而且购买之后不能转送、转卖，否则会失去灵性。我画的符会飞，会发光，很灵的，但很贵哦。你们当真要买吗？多贵我都买。我不差钱，我只要灵符。小柿子，小天使，尽管开价。众人纷纷掏出一大把银票，苍凌霄压压手，报了价格。顷刻间，他们好似被点了穴，变成泥塑石雕。我要3张，我要10张，我要5张。不多时，买到灵符的人欢天喜地，心满意足的告辞。这年头，人傻钱多不是病，钱多任性也不是病，有钱买不到灵符才是有大病。差不多5-6万两，足够买一座大宅院，改造成规模庞大的慈幼院。哇，好多银票啊！以前在江家，云宝好久才能拥有1枚铜板。以后云宝会有更多的。今夜不睡觉就监督云宝画符。然而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响亮，被苍凌霄猜到了，直接把他赶出寝房。摄政王府的地下暗室，王奶娘被绑在木架上，听见脚步声，激愤的叫嚷：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撞我？我是宁远侯府的奶娘，你们伤了我，我家侯爷不会放过你们。我家主子是摄政王府的小世子。
当年侯夫人在天宁寺诞下孪生姐妹，为什么云宝是灾星？侯夫人如何去世的？云宝的身世你知道多少？从实交代。据接上集，苍凌霄意外得知江家人口中的灾星云宝，居然只是奴仆为了报复江家所撒的谎言。我说，当年夫人生下大小姐后，没想到夫人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便是二小姐。二小姐出了娘胎便浑身是血，不停的啼哭，惊扰了寺里的神佛。接着，整个产房弥漫着可怕的血光，夫人受到惊吓，断了气。不说实话，打到他愿意说为止。别打了！我说，当年大小姐出事后，奴婢抱着大小姐到隔壁房间，二小姐出事的情况，奴婢并未亲眼看见。你该死！云宝只是无辜的孩子，你为什么对江家所有人说他是灾星？因为夫人害死我的儿子，我要为儿子报仇。倘若二小姐在侯府得不到疼爱，至亲反目，受尽磨难，便是对夫人最大的报复。给我看好他，绝不能让他提前死了。苍凌霄刚出牢房，就听徐管家来报：小世子，江家大小姐又跪在府门前求见，不必理会。江宝玉昏了2次，为了见到苍凌霄，醒来后又咬牙坚持跪着，而侍女春兰已经坚持不住，坐在地上。大小姐，都2个多时辰了，小世子不会见你的，就算小世子愿意见你，也不会相信你说的。大小姐，回去吧。哼，云宝能得到小世子的喜欢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突然，一辆马车停在他们身旁，而江宝玉的身躯也摇晃起来，软软的倒在地上。马车上的少年好奇的看着他：这是你家小姐，为什么跪在摄政王府前？公子你行行好，救救我家小姐吧。她全身高热，快扶她回去。大小姐不肯走，求你帮帮我，我想见小世子。你为什么非要见凌霄？江宝玉彻底昏过去，手却死死地抓着他的衣袖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抱起江宝玉进了王府。而徐管家看见少年，立马下跪：老奴参见太子殿下。一旁的春兰如遭雷劈，暗自感叹着江宝玉的好运，随便碰上的公子竟然是当朝太子萧北明。萧北明把江宝玉抱到客房的床榻，随后在一旁看着辅医医治。看着昏迷的江宝玉，萧北明的心里胀满了怜惜。若母后怀过的那胎女婴没有发生意外胎死腹中，如今也有6岁了吧？是不是像这个小女娃一般精致漂亮啊？这时，江宝玉缓缓睁眼：大小姐，你醒了，救您的这位公子是太子殿下。民女江宝玉拜见太子殿下，家父是宁远侯。你身上有伤，快躺好。江宝玉怯怯地盯着他，心里升起一股异样的兴奋。太子殿下可比小世子还要厉害呢。若是嫁给太子，将来我就是皇后，不就可以无情地碾压云宝吗？你为什么非要见凌霄？闻言，江宝玉的小脸布满了伤心，一副不太愿意说的模样。说吧。太子殿下，是我的错，若妹妹能原谅我，我愿意做任何事。你妹妹是谁？在摄政王府吗？看着委屈的江宝玉，萧北明忍不住心疼。只因皇室近70、80年没有公主出生，这些年只有皇后怀上过女婴，却不幸夭折。皇帝更是愿意拿皇子的性命来换一个女儿，却始终不能得偿所愿。我和云宝是孪生姐妹，妹妹自小背负着灾星的骂名，备受冷落，我没照顾好妹妹，让妹妹流落在外，是我的错。妹妹现在在王府过着锦衣玉食的舒心日子，不愿意回家，不肯原谅爹爹和哥哥们，小世子因此也误会爹爹哥哥们。太子殿下，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妹妹回心转意，跟我回家。殿下，你教教我好不好？今日遇到你，便是本宫与你有缘，你放心，本宫一定帮你。玉儿谢殿下隆安。你先歇着，本宫去跟凌霄谈谈。江宝玉心头窃喜，恨不得欢呼雀跃呢，下定决心要死死地抱住太子殿下的大腿，以此成为京城最风光、万众瞩目的名门闺秀。萧北明与苍凌霄2人是君臣，也是一起上学堂、一起练武的知己兄弟，感情自是不一般。摄政王府绝不会让闲杂人等进来，尤其是江家人。江宝玉和云宝到底是孪生姐妹，你不能拆散他们。凌霄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你不如让他们。殿下若是为了这事来找微臣，不必再说。你这态度倒是让本宫对云宝更加好奇。微臣不会让殿下见云宝的。为什么？没为什么。不是，这有什么不能让本宫见的？若殿下没有要事交代微臣，请自便。凌霄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微臣还要处理公务，失陪了。站住！你不跟本宫说清楚，不许走。微臣没什么想说的。宝玉和云宝是姐妹，起码要让他们见面。云宝不想见江家任何人，还请殿下记住，不要把江家人渣带进王府。
人渣！你不洗也就罢了，但不能这么骂一个无辜可爱的小女娃。你是男子汉，就这么一丁点气量吗？你的圣贤书读到茅坑里了吗？徐管家，给本世子把江家人轰出去。本宫带进来的人，谁也不许动。殿下，这里不是东宫。凌霄，暂且不论谁是谁非，谁对谁错，宝玉跪了几个时辰求见，云宝就该见见他。还有，云宝有家不回，赖在摄政王府，算是怎么回事？摄政王府权势滔天，云宝小小年纪就赖着你，嫌贫爱富，你不觉得他的心性和品行有问题吗？还有，你不是从来不让小女娃近身吗？云宝的手段和心思可真不一般，把你这样的人迷得神魂颠倒。太子殿下，请慎言。你听了片面之词，微臣不会责怪殿下涉世不深而被骗。若殿下再污蔑云宝，恕微臣不顾君臣之义。你竟然为了一个小女娃辱骂本宫！殿下速速去太医院，眼下新王的绝症再不医治，只怕会越来越严重，害人害己。萧北明抱着江宝玉，愤然地离开摄政王府。太子殿下，我是不是给您添麻烦了？没事，本宫送你回府，你姐好好养着。谢殿下，妹妹不愿见我，想必是不愿想起那些不开心的事。殿下您不要责怪妹妹，是我没照顾好妹妹，伤了她的心。宝玉，你太单纯了，你回去后不要跟你父亲兄长提起本宫。是。萧北明把江宝玉送回府，便立刻回了东宫，吩咐侍从去查云宝与宁远侯府的关系。你说什么？据接上级对云宝十分好奇的太子，偷偷溜进王府，想要见见他，却不成想在看到云宝后，竟想将他带回东宫。宁远侯一家人当真骂云宝是灾星，当真时常责骂虐打云宝。江家的下人亲口说的，还有不少官员家的女眷亲眼看见江家几位公子对云宝很凶。为何？云宝在江家穿不暖，吃不饱，面黄肌瘦，身上还有伤，跟江大小姐无法相提并论。宝玉对云宝如何？江家的仆人不敢议论江大小姐，但街头巷尾的人都在说，江大小姐并不是表面看见的善良无邪，而是心机深沉的小白花。难怪前阵子凌霄坚持不把军械监的差事交给宁远侯，还免了江漠北的差事。侍从巴拉巴拉的说着，萧北明的怒火也蹭蹭的上扬。怪不得凌霄这么个怪人，对云宝这般庇护。不过宝玉怎么看都不像城府那么深啊。另一边，苍凌霄刚离开王府，暗中蹲守的萧北明立马溜进了王府。想不到本宫堂堂太子想见云宝一面，竟然要偷偷摸摸的。哦，你是云宝吧？我是云宝，你是小哥哥的朋友吗？你在画什么？我在画符呀。我想起来了，外边很多人都发疯了，出价1万两买灵符，原来那些灵符都是你画的。云宝，你好厉害！这位公子笑得跟傻蛋似的，莫不是来偷符的？云宝，我可以抱抱你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小哥哥说，想抱我的人都是大坏蛋。凌霄这个臭小子太有心机了。云宝，我不是坏蛋，我和凌霄是知己好友。你不要动。云宝，我只是想抱抱你，没有恶意。你被脏东西缠住了，若不驱除它，它会把你吃掉呢。云宝，要不然你抱抱我，总可以吧？哼，不听云宝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哦，坏蛋，你是臭臭的坏蛋！管家伯伯，有坏蛋要偷云宝了。徐管家听见云宝慌乱的叫声，心急如焚地操着长剑，率领一队抚卫赶过来。云宝小姐，坏蛋在哪里？就是他，要偷云宝的坏蛋。这主意不错，月黑风高夜，麻袋套娃时。云宝小姐，他不是坏蛋，他是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是什么人？给太子梳案垫脚用的吗？徐管家解释了一番，云宝才明白。云宝，我真的没有恶意，我住在东宫，东宫很好玩的，我带你去东宫玩了好不好？不可以，我要等小哥哥回来。萧北明忽然抱起云宝，疾风一般往外狂奔。爹，太子殿下，你怎么能做出偷云宝这种有辱身份、有辱斯文的事？坏蛋，你快放我下来！云宝，我不是要偷你，我只是想抱抱你。萧北明刚跑出王府的大门，就被从天而降的苍凌霄拦住去路。小哥哥，这个坏蛋要偷我！松手！本宫命令你松手！本宫只想带云宝去东宫玩玩，你跟着去啊！你不是喜欢江宝玉吗？你带他去东宫玩。若你打伤本宫，就是以下犯上。闻言，云宝瞳眸一亮，双腿一蹬，直接将萧北明踹了。被踹了一脚的萧北明捂着腹部，佯装痛得五官乱飞。云宝，你踹我，以下犯上，我要惩戒你。殿下咎由自取，与云宝无关。关门，放狗。苍凌霄，本宫命令你开门！你再不开门，本宫就调集禁卫军来抢云宝。
萧北明气哼哼的待了一阵，终究无奈离去。深夜，东宫内侍着急忙慌的找到苍凌霄。殿下昏迷不醒，太医如何说？太医说殿下的脉象没有异样，身上也没外伤，无法断症。禀奏皇后娘娘吗？殿下说过，不能一有什么事就禀奏皇后娘娘，奴才哪敢。当苍凌霄赶到东宫时，萧北明脸上呈现出一种了无生机的灰败，体温冷凉，好似已经去了。半个时辰前，殿下的脉象并无异样，此时确实有失误。殿下的脉象弱而无力，是大凶之兆。殿下好端端的怎么会昏睡不醒？莫不是被梦里的妖魔鬼怪缠住了？闻言，苍凌霄豁然开朗，以最快的速度飞马回府，将云宝带到了东宫。云宝，可以吃饭了吗？再等等。云宝，带上灵符，跟我去救人。小哥哥，救谁呢？富贵，你也跟上。美妙的美食时光都要剥夺。云宝，殿下为何昏睡不醒？他印堂发黑，被妖魔鬼怪缠住了。你有办法救醒殿下吗？小狗狗，太子殿下被什么妖魔鬼怪缠住了？王儿的身焦着软，没力气看。那怎么办？造访有什么善事，统统送来。哪里？谁吃？不是，殿下的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，你们竟然还有心情进食？很快，工人送来各色菜肴，小狗狗羞得飞过去吃了起来。不是，喂狗在摄政王府不能喂，非要用东宫的膳食喂。小狗狗，你快说呀！他在梦境里被鬼怪缠住了，若3日之内不醒来，便再也不会醒。那如何唤醒殿下？简单的很，什么东西最吸引他，就用那东西唤醒他的意志力，引他离开梦境。那什么东西能吸引太子殿下呢？据接上集，云宝来到东宫救太子，却发现对方竟被鬼魂拖入梦境，即将断气。云宝，殿下听见你的声音，或许就能离开梦境。我听小哥哥的。小狗狗别吃了，你再吃就膨胀了。王才吃几口。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唤醒太子殿下？用追魂符跟他说话，要他回来。云宝取出追魂符拍到萧北明的额头，一旁的侍卫与太医直接傻眼。小世子，他这是做什么？小世子，怪力乱神太离谱了吧？区区小女娃能救醒殿下吗？闭嘴！殿下，微臣带云宝来东宫了，你快醒醒！你再不醒来，我就走了哦。梦中的萧北明听见小奶包的声音，心里狂喜，拼了命的往外冲，可却始终摆脱不了白衣女子的纠缠。云宝，你等我。梦境外，苍凌霄与云宝轮流诱惑，都没成功。突然，萧北明的身躯剧烈的抽搐起来。殿下，这是怎么了？不好，他无法摆脱鬼怪的纠缠。云宝用入梦符进入他的梦境。云宝手指夹着入梦符，正准备进入太子梦境。不放心的苍凌霄也准备一起入梦。云宝他是没有灵力的凡人，入梦会有损身心，我能让他入梦。小哥哥，你不能入梦，你会受伤的。我不会有事。由于苍凌霄的坚持，原本跟着入梦的富贵则留在外面观察。入梦符散发出强烈的金光，而云宝两人站立不动，似泥塑石雕。进入梦境的二人一睁眼就看见被白衣女子纠缠的萧北明。萧郎，我真心爱你，你留下来陪我一辈子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快活，一起上天啊！放开他，你跟我快活吧。云宝，别过来，你快走！我不能走，我要救你这个偷云宝的坏蛋。萧北明拼了力气冲向小奶包，却被白衣女子禁锢得死死的。小不点，就算你进来了也没用，你不是男的，你不行。哼，我很行的，我可以让你快乐的上天，我还可以把你蹂躏的发出灵魂颤抖的尖叫。云宝又学了新的虎狼之词，该死的富贵！我在家中坐，我从天下来。凌霄，这里有古怪，你快带云宝离开。云宝速战速决。云宝他是阴魂，用镇魂符。闻言，云宝掏出镇魂符扔过去，随后念起法诀，而白衣女子则是轻笑一声，就这么看着。这时，镇魂符飘到她的头顶，迸射出强烈的金光。我要吃了你！快把符弄开！不一会，白衣女子就被煅烧的极度虚弱，蜷缩在地上灰飞烟灭。解决完事情，三人也顺利的离开梦境。一出梦境，萧北明激动的抱住云宝，我好害怕。
我真的回来了吗？云宝，这是真的吗？殿下，别装了。本宫受到了无法磨灭的伤害，需要云宝的安慰，只有云宝能保护本宫。无论旁人如何劝说，萧北明就是死皮赖脸抱着云宝。殿下，你的脸离家出走了吗？我看你的脑子里咕噜噜的冒泡，我帮你把脑子里的水拍出来。东宫外，江宝玉努力同守卫解释着，太子认识他，让他来东宫的，可守卫就是不让他进去。不甘心的江宝玉只能在宫门前等着，直至天色昏暗，才有一个内侍出来。这位大人，太子殿下让我来东宫拜见的，求大人替我通报一声。殿下哪有空见你？走开，走开！太子殿下明明那么喜欢自己，为什么不愿见他？难道又是云宝搞的鬼？江宝玉气得不行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能气鼓鼓的回侯府找江漠北哭诉。此时的云宝昏昏欲睡，被汤凌霄抱着回了王府，而萧北明也跟着下马车，进了王府，就跟进自家东宫似的。微臣已经到家了，殿下是不是也该回东宫了？万一还有其他阴魂缠上本宫怎么办？云宝这么厉害，本宫要和云宝同吃同住，那些阴魂就不敢靠近本宫。殿下不要逼微臣做出以下犯上的事。本宫需要云宝小天师的贴身保护，任何人都休想把本宫和云宝分开。萧北明率先来到云宝的寝房，直接赖着不走。见状，汤凌霄抱着云宝就回了自己的寝房。你去哪里？汤凌霄，你不讲武德啊！云宝年幼，但也不能跟男子同睡一个房间。好吧，那你睡哪里？本宫问你话呢，凌霄你睡哪？翌日，云宝还没醒，汤凌霄便和萧北明一道去上早朝。午后，徐管家派人找到他，禀报了一件让他方寸大乱的事。小世子，云宝小姐不见了，速回。汤凌霄赶回王府，查看了寝房，又问了问富贵。可富贵也一问三不知。云宝小姐一直在寝房睡觉，并没苏醒过。奴才来寝房看过3次，半个时辰前，奴才却发现云宝小姐不在床上，也不在房里，找遍全府也找不到她。而大门、侧门的守卫都没看见云宝出府。青天白日的，云宝怎么可能凭空消失？云宝，你给谁哭丧呢？剧接上集，云宝突然被人劫走，而罪魁祸首当然是阴魂不散的江家人。江老大更是动了杀心。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？今后你便住在这个农庄，这2个仆人会照顾你。我为什么要住在这儿？你是灾星，住在这儿就不会克着父亲和我们，玉儿也不会受伤。云宝明白，江漠北想把他扔在乡下自生自灭，草率而随意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。你溜进王府，把我偷出来的吗？与你无关，你也别指望小世子能找到这，我能留你一命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恩赐。若你胆敢逃走，外边的仆人会杀了你，记住了吗？哼！云宝忍住了想动手的冲动，只因江漠北是文武状元，武艺高强，他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打得过他。而江漠北再三叮嘱仆人把人看紧了，不许云宝离开院子，不许见人，而后才放心离去。江漠北一离开，巫婆子立马本性暴露，挥着笤帚骂云宝：从今往后，老娘让你吃，你才能吃；老娘让你干活，你就要干活；老娘让你往东，你绝不能往西；老娘让你吃滴，你就要吃滴。我肚肚疼，要去茅房，你可以告诉我茅房在哪里吗？是真多，只有茅坑，没茅房。不想闻茅坑臭味的巫婆子将人带到后就离开了，而云宝迅速躲在草垛的后面，惊慌害怕的叫起来：哎呀，救命！我掉进坑里了！巫婆子闻声折回来，往茅坑里张望。这个含着金汤匙出世的小东西，不会真掉进去了吧？云宝轻手轻脚的靠近，抬起小短腿使劲的踹。你竟敢踹我，我一定会弄死你！你先吃饱，才有力气弄死我呀！你找死！快救我啊！老管家闻声赶来，询问起云宝发生了什么。他在这儿打扫，不小心滑倒，掉进去了。趁着老管家找人救巫婆子的功夫，云宝将农庄的吃食一扫而空，大摇大摆的离开了。另一边，王府的众人还在为云宝的失踪而头疼。王府守卫森严，不是半只苍蝇也飞不进来吗？巡视的侍卫都是眼瞎聋子吗？是老奴的错，老奴没照顾云宝小姐。对云宝最关心的苍凌霄此时却一动不动地坐着。云宝失踪了，你怎么跟个没事人似的？别吵！你一点都不担心云宝的安危吗？干坐在这里等也不是办法，我们出去找找。微臣总觉得遗漏了什么。云宝不会自己跑出去，应该是有人把他劫走的。若贼人施展轻功把云宝带出府，侍卫不可能没有半分察觉。那么贼人不是走前门，就是走侧门。侧门的可能性大一点，近来不太平，侧门的守卫不敢疏忽懈怠，定会从严查验。那贼人如何瞒天过海，
这么说，出入侧门的人不是府里的人，就是守卫认识的人，因此没有起疑。府里的仆人、送日常用物、送菜的商贩出入皆从侧门，都有可疑。汤凌霄立即吩咐徐管家把侧门的守卫带过来，而萧北明看见富贵缩在角落，模样十分凄凉。你这小东西还真是安静如鸡。你才是小东西，你全家都是小东西。你家小主人失踪了，你一点也不担心吗？若是让苍风批知道本王没看好云宝，就是因为偷吃鸡腿忘了时间，他肯定把本王批发了。你能感应到云宝在哪个方位吗？带我去找云宝。本王用灵力试过建立感应，就是距离太远，感应不到。凌霄莫不是疯了？怎么问起狗来了？此时徐管家也把2个守卫带过来。据他们所述，今日从侧门出入的共有8人，其中送菜的商贩最可疑。如何可疑？送菜的商贩陈金水为人厚道老实，今日却不是他来送菜，来人自称陈金水的弟弟，说他哥病了，他来顶替2日。被子检查了几只箩筐，不过有2只没检查。那人说筐里装着烂掉的菜叶，难闻得很，灶房的管事吩咐他扔掉的。就是因为你们疏忽职守，云宝才会被贼人掳走，来人把他们带下去。小世子饶命！凌霄，你说这人扮作送菜的商贩，混进摄政王府，又趁徐管家不在，抚慰换岗的时机，特意把昏睡的云宝带走，目的是什么？哎，等等本宫。2人骑着马，在城里漫无目的的乱逛。感应到云宝了吗？距离太远，感应不到。汤凌霄突然想起江家在西郊有一个农庄，而农庄离京城也确实比较远。当2人赶到西城门时，富贵也立马感应到了云宝，果然是江家。此时的云宝在人群中慢悠悠地走着，时不时啃2口菜饼。同行的大婶还特意告诉他，必须在天黑前赶到城门，不然就没法进城了。就在云宝头疼这剩下的10里路程时，汤凌霄与萧北明终于赶到了。给本宫抱抱啊！凌霄给我抱抱云宝。这个家没有本王早就散了。汤凌霄把云宝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，确定他没受伤，才稍稍放心。云宝，你告诉我，掳走你的人是谁？我保证让他求生，不能求死不得。是江漠北。竟然是他！他把你掳到哪里？你自己逃出来的吗？竟然这样对待年幼的亲妹妹，禽兽不如！我要把他碎尸万段！殿下，你的身份不宜对他动手，微臣来吧，先回府再详说。云宝吃饱喝足后，汤凌霄将他送回寝房。忽然，他直愣愣地晕倒在床边。小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徐管家，传府医。徐管家和萧北明把汤凌霄扶回寝房，而云宝在富贵的解释下，才稍微放心。他见了太子殿下的梦境，精神受损，加上这2日不曾好好歇息，体力不知才昏厥，睡1、2日便无碍。而府医诊查的结果也差不多。第2日，云宝早早来到汤凌霄床前守着，可直到午时，汤凌霄依旧昏睡。小哥哥，你快醒醒好不好？云宝，你给谁哭丧呢？据接上集，将云宝丢到农庄的江漠北还在沾沾自喜，却不知大难临头。与此同时，云宝的身世也逐渐浮出水面。小世子家的云宝小天使画好灵符了吗？我天天去王府门前守着，都没买到灵符。我天天守着呢，这都几日了还没画好。咱们每天都去问问催催云宝小天师，说不定过2日就能买到灵符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东家就是在摄政王府买的灵符，结果救了我东家一命呢。小天师的灵符真的太灵验了。参与讨论的百姓越来越多，江漠北和江明浩对视一眼，也加入了其中。大婶，你们说的云宝小天师是哪家的闺女？全京城的人谁不知道，摄政王府的云宝小天师是江家的女儿。她有一个人面兽心的渣爹，有4个禽兽不如的渣哥，还有一个伪善可恶的小白花姐姐。一定是小狮子为了保护云宝，派人散布谣言，重伤他们。云宝小天师的平安符当真灵验吗？多少银子一张？平安符1张1两，当然灵验，谁用谁知道。1两1张也不算贵。我想买1张平安符，我出10两，诸位可以转卖1张给我吗？别说我没有，就算我有，也不会转卖给你。平安符不能转卖，转卖就不灵验了。10两就想买平安符，你逗我呢？多少富商出价1000两，都没人愿意转卖。就算家里有几座金山银山，也买不到，有价无市。被当作土包子的兄弟2人默默地走开。云宝会画灵符，就应该造福于百姓，怎么可以天价卖符？当真是钻钱眼里上不了台面。如此一来，云宝岂不是赚了不少银两？这5年来，云宝一直待在侯府，跟谁学的画符？又是何时学的？兄弟俩百思不得其解。然而2人刚回府，便有几个官兵不由分说地缉拿江漠北。你们为什么抓我？大理寺办，尔等不得妨碍。请问官爷，我犯了何事？见了沈大人，由你开口便说的地儿。嘿，谁敢带走我儿？
得到消息赶来的江天磊想要吼一声镇住全场，却因为全身的伤痛而气息不济，险些把自己搞得昏厥过去。江侯爷，卑职奉命行事，还请您莫要阻碍卑职办公。混账！叫沈仲过来，跟本侯说。沈大人奉旨办案，分身无暇。另外，沈大人说了，若有人拒捕，以谋逆论处。在得罪了苍凌霄后，江家在朝堂就处于无比尴尬的地步。如今的江家空有侯爵，却再无昔日的风光。我跟你们走便是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家里。你们为什么抓走大哥？玉儿，大哥没事，你快回房歇着。大哥哥不会做坏事的。若太子殿下知道你们没有证据就乱抓人，不会饶过你们的。哼！官兵头子懒得跟江宝玉浪费口舌，嚣张的往外走，这模样直接把江天磊气得昏厥过去。殿下，大理寺的人把江漠北抓进去了。你去传话，108种酷刑给江漠北轮一遍，记住要强调是小狮子的意思。殿下，不到10种酷刑，人就嗝屁了吧？他是新科武状元，哪有那么容易死？奴才这就去。处理完公务后，萧北明马不停蹄地奔向摄政王府，而苍凌霄还没苏醒。萧北明不但不担心他，反而有点小庆幸。云宝，我带了很多宫里的糕点，你尝尝呗。我要陪着小哥哥。云宝，凌霄看见你不好好歇歇，还饿瘦了，会心疼的。你陪着凌霄，我喂你吃，好不好？他醒来后看见你好好的，就不会心疼，不会生气了。殿下，江宝玉在府外求见。不见，给本宫打发走。在街上看见太子马车进了摄政王府后，江宝玉立马求见，却没想到萧北明不想见他。大小姐，近来不太平，天黑了，快些回府吧。你再说一句，我就拔了你的舌。就在仆人和守卫说话的功夫，江宝玉突然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。抓住他，快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徐管家怎么办似的？有人找你，你快出去吧。我去就回。一出门，萧北明就看见狼狈不堪的江宝玉。你们打他了？回太子殿下，他没受伤，我们都被他咬伤了。几个仆人撸起袖子，手臂上都是带血的牙印。宝玉只想见太子殿下，不是故意咬人的，我做错了，任凭太子殿下处罚。起来吧。殿下，宝玉大哥被官兵抓走了，殿下救救宝玉大哥好不好？大理寺有确凿的证据才会拿人，不会冤枉任何人。大人的事你不必理会，你也管不了。本宫没有闲暇，你快回家吧。殿下，我求求您救救大哥。即便江宝玉此时的模样无比可怜，可想到江漠北把云宝扔在乡下农庄的恶劣行径，萧北明就怒不可遏。殿下，是不是玉儿哪里做错了，您才不愿意救人？住嘴！本宫不会徇私枉法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本宫。殿下，是不是妹妹跟你说了什么？妹妹对我有很深的误解，怨怪我抢了爹爹和哥哥们的宠爱，可妹妹不可以见死不救啊！够了，云宝从来没说过你的半句不是，而你句句都在暗搓搓的污蔑云宝。凌霄没说错，自己就是眼瞎，心盲。江漠北被抓时咎由自取，你也给本宫滚！本宫再也不想看见你。江宝玉被仆人强行带出去，整个人依旧没回过神。寝房内，汤凌霄依旧没苏醒，放心不下云宝的萧北明也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暂住摄政王府。这时，伺候他10年的老工人安公公找到这儿，殿下几日不曾去给皇后娘娘请安，娘娘甚是惦念，派人来请殿下进宫。你去给母后回话，近来京城不太平，过几日闲了再向母后请安。是，奴才这就进宫。有什么话就说。房里守在床前的小女娃，可是小世子捡来的云宝小天师。怎么了？奴才瞧着，这小女娃跟奴才的一位故人有几分相似。故人谁？数年前，娘娘身边有一位容貌秀美的宫女，不过没多久，那宫女便出宫了。人有相似罢了，或许是奴才错觉吧。可这小女娃的容貌跟那宫女怎会如此相似？剧情上集，江漠北被抓，江宝玉想要道德绑架让云宝放人，却不想牵扯出侯夫人去世的真相。翌日清晨，汤凌霄终于苏醒，接连休息几日后，几人打算出门游玩，却不想半路被江家人拦住。妹妹，求你让太子殿下和小世子放了大哥哥吧，若你见死不救，大哥哥会死的。你说你的大哥哥没做坏事，你的意思是大理寺没证据就抓人，大理寺的人都是不懂律法的笨蛋吗？妹妹，大哥哥
是我们江家的希望。若你见死不救，娘亲在天有灵，会伤心的。你也不希望娘亲伤心难过，是不是？若死丫头不救大哥哥，就是铁石心肠。这些百姓看见死丫头的冷酷面目，就不会再喜欢她。你的意思是，宁远侯府的人犯了错，可以不必担负罪责，逍遥法外。你问江漠北为什么被大理寺关押大牢？江漠北身为兄长，把云宝掳走，扔在乡下农庄，让年幼的云宝在乡野之地自生自灭。他不配当云宝的兄长，也早就不是云宝的兄长。江漠北图谋不轨，以下犯上，犯下滔天罪行，罪当车裂处死。这当中一定有误会，妹妹，那日我也在农庄，是我央求大哥哥带你过来跟我一起玩的，说谎骗人是不对的。云宝，你不能欺瞒太子殿下，更不能欺骗大家呀！你快跟大家解释清楚。你可闭嘴吧！谁不知道你心机深沉，最擅长伪装善良？就是。眼见情况不对，江家人正准备溜走，却被苍凌霄拦住了。本世子的让你们走了吗？这时，一个侍卫将王嬷嬷带了上来。他是谁？他是王嬷嬷，是他带大了江漠北他们。王嬷嬷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本世子吩咐下属打的。云宝晚出事1个时辰，为什么是在心？把你说过的话再说一遍。云宝出事后，那子血崩而亡，不就是云宝克死了那子吗？他就是灾星。侯爷，灾星之类的说辞，从一个无知愚蠢的仆人嘴里说出来，毫无根据，你就这般相信他？你听信仆人之言，脑袋都凑不上你的身高，侯府的爵位和富贵，怕是到头了。当年大小姐出事后，奴婢抱着大小姐到隔壁房间，二小姐出事的情况，奴婢并未亲眼看见。你不是说云宝出事是浑身是血，满屋子都是血光吗？你还说天宁寺的住持给云宝拼命说他是命里带煞的灾星，都是奴婢编的。你为什么说云宝是灾星？在王嬷嬷的讲述下，众人逐渐明白了事情的真相。娘，你救救我！我欠了他们1万两银子，若我拿不出来，他们就要杀了我。为了救儿子，王嬷嬷铤而走险，盗走侯府的古玩珍宝去变卖，没多久就被侯夫人发现了。夫人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可我凑不够1万两的话，他们就要杀了我儿子。求你救救我儿子！面对王嬷嬷的请求，侯夫人并没有多说，只是把他关了起来。2日后，王嬷嬷就看见了自己儿子的尸体。你放心，娘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而侯夫人看在王嬷嬷丧子无依无靠，便没有逐他出府。可王嬷嬷却无时无刻的筹划为儿子报仇。因此，在看见侯夫人把刚出事的二小姐托付给陪嫁侍女芳龄，王奶娘觉得古怪。夫人放心，奴婢拼了这条命也要护着云宝，不让云宝小姐受到半分伤害。因为侍女的这句话，让王嬷嬷断定侯夫人更疼爱云宝，于是对外散播云宝是命里带煞的灾星的谣言。你恨侯夫人害死了你的儿子，但你可知当年侯夫人为了救你的儿子，亲自筹集到1万两，吩咐曹管家带着2个仆人和1万两去救你儿子。不，这不可能，我不信。你骗我！这件事是真的，我和夫人一起没日没夜的筹银子，我带着1万两去救你儿子，可惜你儿子趁那些人不注意逃跑出来，被人死命的追着，双方打起来，下手重了，你儿子被打死了。侯夫人宽容善良，费心费力救你儿子，你却恩将仇报，这般陷害二小姐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我云宝不是灾星，也不再是江家的人，今后江家任何人都不许再纠缠云宝，否则本世子把他碎尸万段。这一刻，江天磊说不出半个字，而江宝玉却习惯性茶言茶语起来。妹妹一直不回家，娘亲会难过的。江家人还没反应过来，江宝玉就被愤怒的太子打。太子殿下，我没有害过妹妹，自问对妹妹呵护有加，一直想接妹妹回家。太子殿下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本宫跟你不熟，若你再来求见本宫，便去牢房1日游。江天磊亲眼看着宝贝女儿遭受羞辱，无比心疼，却因为对方的至尊身份，只能硬生生的压下怒火。太子殿下这番话，无异于把玉儿推入万丈深渊。从今往后，全京城的人都会唾弃、辱骂玉儿。玉儿长大后，谁还敢娶她？面对百姓的谩骂与嘲笑，江家人只能灰溜溜的逃走。回到江家后，江宝玉就把自己锁在寝房不出来。在知道真相后，江慎行与江明浩都不知道如何面对云宝。父亲，云宝是无辜的，今后我们对他好点吧。你没听小世子说吗？
今后我们任何人都不能纠缠她，就算她不是灾星，也不再是本侯的女儿，不再是江家人。当街被人撕下脸皮，踩在地上摩擦。江天磊明白自己在京城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嘲笑议论的笑话，今后难在朝堂立足。兴许是小世子逼王嬷嬷这么说的，他护着那个孽障，当然要为那孽障洗脱污名。5年的习惯不可能轻易的改变，江天磊也不愿意承认错误。此刻的他只能将一切怪罪在云宝身上。王嬷嬷没有污蔑那死丫头，她就是灾星。若云宝不是灾星，那为什么江家越来越倒霉？为什么运势越来越差？揣着一肚子疑虑的江慎行来到江宝玉的寝房前，想要陪陪他。死丫头，你以为你有了小世子太子殿下的喜欢就能赢过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得意不了多久的。大周江山落在你手里，以你的智商，不用10年必定国破家亡。你以为那些无知的刁民会一直喜欢你吗？只要我学会画符，学会斩妖除魔，他们就会喜欢我，疼着我。以前我欺压你，踩着你，以后你依然要跪在我的脚跟前，生不如死的求饶。看着字字发狠、句句恶毒的江宝玉，江慎行脑子里轰隆隆的响。原来两面3刀的育儿才是最恐怖的，原来错的一直是他们。江慎行转身急匆匆的去马厩，连夜赶到乡下农庄找方林，却没找到他。今日午后就没见过方林，不知他去了哪里。若找到方林，务必派人报知我。离开农庄，江慎行又赶往天宁寺。5年前，宁远侯夫人在寺中诞下孪生女儿，不过当时平身忙于寺中杂物，并没有见过2个婴孩。该死的王嬷嬷，我都做了些什么？此刻江慎行突然想起，曾经云宝染了风寒，卧床2日都没人知道。而江宝玉也不慎染了风寒，却说是因为送小米粥给云宝吃，染了病气。而江父见江宝玉饱受病痛的折磨，把一切过错推到云宝头上，不许下人给云宝送饭送水。对患病的孩子来说，这无异于让他去死。而云宝足足病了7、8日才有所好转，又缠绵病榻10余日。这一刻，江慎行恍然大悟，江宝玉每一次看似维护云宝的话，实则绵里藏针，引导性十足。他骑着骏马回城，神情恍惚，就这样不知不觉来到了摄政王府。云宝，伤害已经造成，无法挽回，但是我会尽力弥补。江慎行昏昏沉沉的回到江家，醒来后就看见江宝玉担心的模样。三哥哥，汤药很快就煎好了，你们都走吧，我想睡会儿。三哥哥，玉儿留下陪你。我叫你走。你对玉儿发什么脾气？玉儿是关心你，你怎么可以凶她？我知道三哥哥淋了雨生病了，心情不好，不是故意凶我的。老三，给玉儿道歉。我不就是大声一点吗？他有什么好委屈的？你们都出去，我要睡觉。三哥哥，你有什么不开心？你跟我说说好不好？三哥哥，你别不说话，我害怕。你为什么非要云宝回家？我想念妹妹，想跟妹妹一起上学堂，一起玩。云宝不是灾星，若他回来了，父亲和我们都会喜欢他。你要把你拥有的一切分一半给他，比如你住的院子、你的衣裳等等，你愿意吗？当然愿意呀。是吗？那明日我就跟父亲提这件事。妹妹得到了小世子的欢心，也许不愿意回来了。小世子护着她，也不会让她回来吧。三哥哥，既然妹妹不回来，不如我去摄政王府陪妹妹，说不定没过几日，妹妹就知道我是真心的。小世子不喜欢你，你不怕他杀了你？小世子不会随便杀人的。再说我这么聪慧可爱，一定会想到办法打动小世子的。那些百姓没说错，她就是一朵伪善阴狠、心机深沉的小白花。她真正的企图抢了小世子，把云宝踩在脚底。摄政王府内，徐管家正带着一位名为方林的女子去见苍凌霄。你就是宁远侯夫人的陪嫁侍女？奴婢是。侯夫人过世没多久，你便去了乡下农庄，怎么回事？你不必紧张，如实回话便是。我家夫人过世后，王某某时不时的在侯爷、大公子、二公子面前说二小姐是灾星之类的坏话。奴婢也警告王某某不要胡说八道，可王某某诬陷他和府里的下人有私情，还打算私奔。侯爷得知此事，把奴婢打发到乡下庄子，不准回京。这5年，奴婢想过偷偷的回京，可侯爷信任王奶娘，就算奴婢说出实情也没用。云宝出事前，侯夫人是否把王奶娘支出去？小世子如何知道二小姐的闺名？你回答我的问题便是。奴婢不知。云宝和江宝玉是孪生姐妹，容貌却没有相像之处，跟宁远侯和4位公子也不像。侯夫人临终前把云宝托付给你，却没提过江宝玉，这又是为何？说。
夫人的心思，奴婢真的不知。江宝玉出事后，侯夫人把奶娘等人支开，只留下你这个陪嫁侍女。过了1个时辰，云宝才出事，因为她要守住云宝的身世秘密。若你不想侯夫人过世5年还要背负红杏出墙的污名，就如实告诉本世子，云宝的亲生父亲是谁。奴婢真的不知，夫人和侯爷恩爱情深，怎么可能红杏出墙？云宝的生母是谁？侯夫人为什么宁愿欺瞒宁远侯一辈子，也要把云宝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？你尽管说，本世子保你一命。听完方林的叙说，汤凌霄眉眼也不由得凝重起来。今后你便留在王府伺候云宝。另一边，富贵看着云宝画出的符，有些泄气。他往往的都是平安符，1两1张。本王什么时候才能有金身银身？云宝，你先画驱邪符，画煞符呗。为什么呀？听本王的就对了。不可以的，我要画平安符给叔叔婶婶的。富贵，你别吵我，你出去玩吧。这时，萧北明捂着胸口，轻手轻脚地走进来，脸庞布满了猥琐的表情。太子殿下，你不能打扰我画符。我不打扰你，我就坐在一旁，安静的看你画符。以你招贤的体质，额外特别非常的需要这些符护身。本宫知道，云宝画的特别好。不是，看我真诚的脸，以你一国储君的尊贵身份，身上至少要放10张平安符，脚底2张，衣服里2张，袖子里2张，胸口2张，发髻里2张。不听本王言，厉鬼爬你窗。你手舞足蹈还汪汪叫，是想表演给本宫看？他汪汪的表演，大周江山落在你手里，以你的智商，我用10年必定国破家亡。富贵的意思是，你是招邪的体质，要时刻带着平安符。不愧是云宝的师傅。云宝，我的确想要平安符，你可以送我几张吗？云宝，驱邪符和画煞符不是各有1张吗？卖给他，送你1张平安符，驱邪符和画煞符你要吗？要，都要。驱邪符和画煞符1张1万两。驱邪符和画煞符1张1万两，这么贵？那些宗亲勋贵、王公大臣出价1万两，根本买不到这2种符。你能买到灵符，是看在小世子的面上，你我本无缘，全靠你有钱。太子殿下不买也没关系，我给小哥哥。要，当然要。我没带那么多银票在身上，晚点我吩咐内侍送来银票。云宝，本王跟他去，省得他累着。等汤凌霄过来时，看见富贵跟在萧北明身旁，颇为惊奇。殿下这是？本宫带小狗狗回东宫取银票。萧北明解释了一番，春风得意的走了，而汤凌霄努力憋着笑，却不戳破。太子殿下睿智，竟然被云宝小姐和小狗狗坑了2万两，他还乐呵呵的帮忙数钱。太子殿下没体会过大冤种的滋味，偶尔体会一次，有利于增长见识。母亲意外去世5年，男孩便虐待年幼妹妹5年，如今他得知真相，却想求得妹妹原谅。富贵，太子殿下的2万两你不给我吗？本王先帮你收着，好不容易得到一笔巨款，成为名垂青史的天下第一富狗，怎么可能把巨款吐出来？2万两要给小哥哥建祠佑院，快给我吧！你就让本王体验一虎一夜暴富的快乐吧。好吧，富贵你先收着，不过以后还是要交出来的。此时徐管家过来叫云宝吃晚膳，顺便告知他小世子今夜应该不回府的消息。小哥哥为什么不回来？发生了大事吗？陛下跟咱家的王爷一起回京了，好像是宫里出了事，把太子殿下和小世子都传召进宫了。好吧，云宝小姐，这位是芳龄姑娘，她曾是侯夫人的侍女，以后她照顾你的起居，好不好？芳龄姐姐，你是娘亲的侍女，那你一定知道娘亲很多事。你想知道什么，奴婢都告诉你。好呀，好呀。娘亲一定是温柔善良的美人。娘亲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裳？倘若王妃当年没有遇害，王府便有如云宝这般乖巧可爱的小郡主，可惜造化弄人了。与此同时的江家，江明浩得知江宝玉被凶，怒气冲冲地找到江慎行。你吃错药了，还是被驴踢成脑残了？玉儿是我们的心肝宝贝，你怎么可以凶她？你要是说不出个脸来，我就把你揍得脑袋开花。那你就当我烧坏了脑子，行了吧？那日淋了雨回来后，你就阴阳怪气的，对玉儿不是不耐烦，就是态度粗暴。你变得跟老四一个德行，到底怎么了？我只是看清了他的真面目。算了，说了你也不会明白。我头疼，要睡觉，你走吧。看在你还病着，这次就算了。若有下次，别怪我揍你。听见房门关上的声音，江慎行苦涩的笑了。此刻他终于体会到江泽宇当时百口莫辩的心情了。老四醒悟的比自己早，想必也经历了一番痛苦的煎熬吧。翌日清晨，
江慎行早早的等在摄政王府门口。徐管家，这是我亲手做的药膳羹汤和4样药膳糕点，云宝吃了可以强壮筋骨，滋补气血，劳烦您带给云宝尝尝。你以为我们王府缺这点吃食，养不起云宝小姐，还是会苛待她？老徐，你是懂一点指桑骂槐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您别误会，云宝身子骨弱，我只是想尽绵薄之力给云宝补身。王府的吃食多得连街边的乞丐都吃不完，不需要那些猪狗都不吃的猪食，不仅面目可憎，还有毒。求您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，我不见云宝，也不会打扰他，只求您把这些吃食带给云宝。我家云宝小姐跟你们江家再无任何关系，你再不走，我家小世子回来看见你是要捐出右手还是左腿？我知道我错得很离谱，我不祈求云宝原谅我，但我会竭尽所能的弥补云宝。再不滚，我把你踹到街上去！江慎行坚持着递出食盒的姿势，徐管家看见他死皮赖脸的样就来气，却突然伸手接过食盒。徐管家将大门关上，而江慎行蹲下身将糕点捡起塞进嘴里，大口大口的吃着。都脏了，吃什么吃？你知道吗？我曾经亲眼看到云宝捡地上的肉包吃，可是我没有半分怜悯，更没有半分怀疑。你终于知道云宝是无辜的，知道又如何？已经迟了。不算迟，云宝才5岁，我们还有很多机会。你说的对，只要想做，任何事都不会迟。母亲过世那年，你才7岁，想必当时你很痛苦吧？你比我年长2岁，也还是个孩子。在母亲过世后，我便离家去学医，我想用精湛的医术保护家人，不再让母亲的悲剧发生在自己在乎的人身上。可最后却将心里的怨恨转嫁到无辜的云宝身上。我也曾经把母亲去世的原因都归咎于年幼的云宝，认定他的到来夺走了母亲的生命。兄弟俩坐在一起聊了好一会，直至天色渐晚才互相道别。而江慎行一到家便有几个武将不由分说的强硬地带走他。本王撕烂你的屁！剧接上集，江慎行被抓，皇帝昏迷不醒，而太子居然要云宝打皇帝耳光。陛下究竟患了何症？为何昏迷不醒？微臣无能，陛下的脉象时有时无，微臣等人尚无法断证。皇后娘娘，事不宜迟，秘密查访名医进宫医治陛下。沈皇后一时之间没了主意，自是同意吩咐内务司总管高公公去办。父皇已经昏迷3日，昏迷之前发生过什么离奇古怪的事吗？或者遇到过可疑的人吗？那日从龙尾山下来时天黑了，陛下决定住在镇上唯一的一家客栈，当夜没发生什么事。翌日早间，臣去叫醒陛下，陛下怎么都不醒。这么说，你并不知道父皇半夜有没有醒来，发生过什么事？父王住在陛下的灵房，若陛下半夜醒来或发生了什么意外，父皇不可能没有察觉。若陛下有个什么万一，本宫也不活了。母后，这个时候您要挺住。雪神医行踪难觅，不过他的关门弟子江家3公子不是号称小神医吗？不妨一试。苍远州立刻吩咐亲信副将去请江慎行，没过多久就将人带来。江慎行小心翼翼地检查皇帝，又看了这几个月的脉案记录。小神医，陛下究竟身患何症？陛下的脉象颇为诡异，明明没有外伤，没有病痛，脉象却急转直下，时有时无。小神医，你可知雪神医如今身在何处？师傅云游四海，草民也不知他在何处。小世子可还记得云宝救过杨太尉的女儿？你的意思是，陛下昏迷不醒，非外伤、病痛所致？草民只是怀疑云宝慧眼如炬，或许瞧一眼便知有没有蹊跷。闻言，苍凌霄快步往外离开，打算回王府将云宝带来。小哥哥，你怎么带我进皇宫了？陛下昏迷不醒，你帮忙看看，陛下是不是被妖邪精怪谋害？好的。而苍远州看见儿子消失半个时辰，却带着一个小女娃回来，当即动怒。陛下龙体微诞，你竟然带一个小女娃进太极殿！王爷稍安勿躁，这是本宫的意思。云宝，你看看我父皇。太子殿下，你让这小女娃医治陛下。凌霄胡闹，殿下也跟着胡闹吗？父皇昏迷不醒，或许是被妖邪精怪害的。云宝是小天师，杀了几只精怪，很厉害的。一语激起千层浪，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和尊严，太医们都在酸溜溜的暗踩。江家3公子是雪神医的徒弟，请他来医治陛下也就罢了，却让乳臭未干的小女娃救治陛下，还扯出神神鬼鬼的无稽之谈，太不像话了。王爷，陛下的安危关乎江山社稷，关乎大周国运，岂能儿戏？放肆！本宫是太子，比你们还焦急，岂会把父皇的性命交托给无知小儿？云宝的本事，本宫和凌霄都亲眼见过。若延误了医治，陛下有何不测？这如何是好？本王绝不会把陛下的性命交给无知小儿。来人，把小女娃带出去。别吵了，
他的龙气马上就被吸光了，很快就死翘翘了。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云宝的注意力都在皇帝身上，在灵力的作用下，他看见一条黑蛇盘踞在皇帝身旁，吸取他的龙气。再不停下来，本王把你砍成20段，爆炒黑蛇！等本蛇将这皇帝的龙气吸干，就把你这条土狗给烤了吃。本王撕烂你的皮！唐忍只看见一只狗在皇帝的身旁暴躁的蹦迪，而随着云宝将显影符扔过去，苍忍周等人都瞪大了双目，一条黑蛇逐渐出现在他们视线内。是本王眼花了吗？这狗好像在跟一条黑蛇打架。在富贵的攻击下，黑蛇逐渐落了下风。当云宝拿出雷轰符时，心知不妙，几下就消失不见。咱们就跑了呀！有贼心没蛇胆吗？再敢来，本王顿时更喝。好了，富贵把黑蛇打跑了。云宝，父皇什么时候能醒来？很快喽，但是陛下的龙气只剩下一点点了。会影响陛下的寿数吗？小狗狗说会影响，因此要精心养护身体。云宝的一席话让所有人心情沉重。皇帝本就被头级折磨了数年，如今又遭遇变故，怕是不利于江山发展。你说的龙气是什么？每个皇帝都有龙气，有的多，有的少。若是勤政爱民的英明皇帝，龙气就有很多。人没了三魂七魄会死，陛下没了龙气也会死吗？三魂七魄是人的精神，龙气是皇帝的护体神光。若皇帝没了龙气的护佑，三魂七魄便会离散，生命便会枯萎。陈大人等几位太医问了几个问题，想让云宝暴露出无知的真面目，却不成想暴露了他们的狭隘和格局。一位太医更是阴阳怪气的发问：你口口声声说已把黑蛇赶跑，为何陛下还没苏醒？皇帝老儿被黑蛇吓得三魂出窍，三魂离开躯壳太久，无法自行回归身体。陛下变成小小的泡泡，在那里飘来飘去，暂时回不去。云宝，你这么厉害，一定要帮我救父皇。办法是有，但富贵说有点不合适。云宝，人命关天，你快说。你要用力，很用力的打陛下的耳光，受到外力的刺激，陛下就能苏醒。本宫若真打了，父皇醒来后必定一脚把自己踹出皇宫。王爷与父皇情同手足，由王爷救醒父皇，再合适不过。臣怎能冒犯陛下？殿下是大周主君，也是陛下疼爱的太子，陛下一定不会责怪你的。凌霄，父皇最喜欢你，经常教导本宫要以你为榜样，父皇宠信你，肯定舍不得责怪你的。殿下，这是你与陛下父子之间的事，微臣不好插手。本宫真的不想被父皇揍啊！再磨磨唧唧，就真的来不及了。富贵说再唧唧，就真的没小鸡鸡了。一个说得太快，一个学得太快，嘴瓢了。云宝，你力气大，再说你要救醒父皇，当然是你来打父皇耳光。Nice。只因妃子生不出公主，身为皇帝的他不仅天天趴墙头偷看大臣家的闺女，还整日琢磨着偷哪家大臣家的闺女。云宝，救人救到底，你可不能撒手不管啊！苍凌霄正要阻止，却见云宝已经将手对准了皇帝的脸庞。是富贵说的，再不打就真的来不及了。云宝真的只想救人，没有什么坏心思呢。巴掌没响应，几位太医的心肝就颤一次，身体更是不自觉的后退。富贵可以了吗？还不够，继续打。不知道打了多少耳光，云宝的手心都有点疼。皇帝终于睁开双目，他醒了。父皇，您终于醒了。皇帝看见太子和苍远桥等人聚在这里，心生疑惑，他想坐起来，可是手脚虚软的没有半分力气。陛下，你龙体虚弱，需静养数日。朕这是怎么了？萧北明絮絮叨叨地说起事情的经过，而皇帝萧燕怎么也无法接受，他差点被一条黑蛇弄死，更无法接受被小女娃打耳光才苏醒。哪里来的小女娃，竟敢打他尊贵无双、高高在上的脸，拖出去剁成肉泥喂狗！萧燕四处寻找那个让他颜面尽失的小女娃，萧北明暗道糟糕，赶紧给苍凌霄使眼色，让他立即抱云宝出去。可他的眼睛快抽筋了，苍凌霄就是不抬头。全京城的小女娃，朕都蹲墙头看过，可这是谁家的小女娃？居然长这么可爱，比朕偷过的杨觉武和程九九好看多了。父皇的眼神好像有点一言难尽。凌霄，你抱着的小女娃不会是你闺女吧？凌霄才12岁，就生了个可爱娇软的闺女，朕30有6，后妃数人，却连半个闺女都没生出来。老天爷，你再这么偏心，朕把你的老巢捅破了。陛下误会了，凌霄才12岁，怎么可能生得出5岁小女娃？陛下，云宝是微臣认的小妹妹。父皇思女成狂，但凡看见个小女娃，脑子就不是脑子了，而是凑身体配件的。陛下说好的成见呢？不要看见个小女娃就节操碎一地啊！
陛下你醒了，那我和小哥哥要回家了哦。陛下，微臣告退。别走，过来让朕瞧瞧。看着兴奋的皇帝，汤凌霄不由得想到2、3年前，皇帝爬了太尉府的墙头，险些把杨学武骗到宫里。又有一次，皇帝把程九九拐到宫里，藏在太极殿。陈将军一家找了整整3日，快哭死了。皇帝愣是心安理得的跟程九九玩耍。陛下，云宝乏了。哎呦啊！云宝，朕头疼得很，你过来帮朕瞧瞧。好呀。这小脸儿，这大眼睛，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捏的小奶包？好想听小奶包叫爹爹或父皇呀！父皇，你是一国帝王，不是偷娃的变态。若是老百姓看见父皇你这猥琐的模样，会影响他东宫太子的形象。陛下的老毛病又犯了，看见小女娃就脑子离家出走，手脚都有了自己的想法。云宝，你的父母是谁？你这么厉害，留在宫里照顾朕，陪着朕，好不好？我住在小哥哥家里，我要陪着小哥哥，不能陪你哦。你的小哥哥每日都进宫，你也进宫玩耍，好不啦？我要问问小哥哥。陛下，云宝乏了，需要休息。微臣先带他回府。不等皇帝反应，汤凌霄急忙逃离，而见不到小奶包的皇帝非常生气。远州，你儿子是不是拐了别人家的孩子？凌霄不是那种人，这件事必须彻查。若真有其事，先把小奶包放在朕这里，朕给他兜底。父皇，凌霄怎么可能拐云宝？而汤凌霄带着云宝正要离开皇宫，富贵却阻止了他们。富贵，怎么了？本王闻到那条小黑蛇的气息，它潜藏在方圆5里之内，伺机而动。皇帝老儿的龙气还剩下一点，小黑蛇不甘心，一定会再来。那我们要怎么保护陛下？今夜咱们最好留守在宫里。2人一狗当即决定留宿在偏殿。萧北明得知后，则吩咐高公公去安排，但不能让皇帝知道云宝在宫里。殿下，这是东宫距太极殿有点远，本宫在这将就一晚。殿下不必将就，不是还有其他殿试吗？高公公说其他殿试有耗子出没，本宫贵为东宫太子，岂能跟那些见不得光的耗子共处一室？殿下身份尊贵，岂能睡地铺？微臣这就让高公公帮殿下安排一间极好的殿试。这间殿试是最好的，本宫就喜欢这里。夜深了，本宫乏了，别吵吵。可你打呼噜会吵到云宝。本宫怎么可能打呼噜？你休想污蔑本宫！凌霄这个臭小子，居然在云宝面前暴露他的怪癖。你饮酒别会打呼噜。你半夜说梦话，还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。塑料兄弟情实锤了。云宝，他冤枉我欺负我，你要为我做主。云宝，他最会演了，不要相信他。小哥哥，我好困，你陪我睡在床上好不好？云宝，我身子骨弱，我睡你旁边好不好？不可以，我和你不熟，而且你会打呼。他打呼噜就赏给他一个大逼斗，你打呼噜就赏给你一个大逼斗。云宝，大逼都是什么？耳光。好了，殿下别吵了，云宝你也快睡觉吧。汤凌霄和萧北明即便睡着了，也保持着12分的警醒。只要太极殿内外有半分细微的动静，他们都能听见。他是一国皇，爱好却是爬墙头偷看别人家的闺女。为了让小奶包当自己女儿，竟放着后宫佳丽3000不管，死皮赖脸住到了小奶包家中。说什么？云宝身子不适，需要静养，无法进宫领赏。你速速去太医院，把所有上好的人参、天山雪莲等等都搬去王府，给云宝补身。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呀！父皇，王府不缺这些药材，会给云宝补身的。哼，高盛，备车，朕要去摄政王府。父皇，您龙体虚弱，必须静养，不能下床。朕不下床，朕躺着去。凌霄，本宫真的尽力了。皇帝靠着软枕，满脑子都是小奶包的英伦笑貌，走2步就要催一次。怎么还不到？快点，快点！马车在皇帝的催促下，终于抵达王府。8个侍卫8抬大轿，把皇帝抬了进去。不知旧里的百姓夹道围观，还以为是哪个大户人家出殡呢。云宝，你不在房里歇息，怎么在这里作画？我睡醒了呀，陛下，你身子虚弱，要躺着养身体，不能到街上乱跑的。朕没乱跑，朕不是躺着吗？云宝，坐这儿跟朕说说话。父皇，不如到房里说。这里就挺好。云宝，你想要什么，朕都赏给你。我有小哥哥就满足了，什么都不需要。小哥哥，他嘛，本宫迟早要把凌霄从云宝的心里踢出去。小哥哥对我很好的，朕会对你更好。谢谢陛下。可是小孩子不能贪心，我只要小哥哥就够了。陛下，捉妖救人是云宝的本分，陛下赏赐是云宝的福分，但只怕云宝无法消除这份恩宠。陛下龙体不适，还是尽快回宫静养。宫里不安全，朕身子骨弱，
受不得刺激。但摄政王府闹中取静是静养的好去处，朕决定了，就在此静养。这么多年了，本宫第一次觉得父皇这么靠谱。如此一来，本宫就可以冠冕堂皇的来摄政王府，跟云宝愉快的玩耍。请神容易送神难，陛下打着云宝的主意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陛下，王府简陋，守卫松懈，只怕本宫调集禁卫军，把摄政王府围得跟铁桶一般，半只苍蝇也飞不进来。朕和远州是打小的情分，情同手足，岂会嫌弃王府简陋？再者，朕爱民如子，平头百姓的屋舍也住的。朕在王府住1-2个月，就不信得不到小奶包的喜欢。陛下宠幸父王，王府权势滔天，文武百官已经颇有微词。陛下住在王府静养，那不是把王府架在火上烤吗？必定有不少大臣参奏父王。谁敢参奏，朕就把他剁成肉泥喂精怪。恳请陛下三思。朕乃真龙天子，来了黑蛇，一定还会有其他精怪觊觎朕的龙气。云宝，你会保护朕，是不是？云宝，你跟朕在一起，那些妖邪精怪就不敢接近朕，谋害朕。朕待在你身边，才有足够的安全感。原来你是这样的父皇，学废了，学废了。若陛下执意要在王府静养，可否答应微臣3个条件？讲。其一，陛下不能打扰云宝学习、歇息、睡觉。其二，陛下每日与云宝玩耍不能超过1个时辰。其三，王府自有规矩，陛下必须遵守。最后，一切解释全归王府和微臣所有。放肆！朕同意你的无理要求，不过朕也有一个条件，陛下不能提任何要求。朕不管，朕的住处必须要离云宝近一些，不然那些妖邪会趁虚而入谋害朕。陛下住在父王的院子最是妥当。成交。汤远州匆忙赶回，得知一切，有些头痛。皇帝和摄政王同岁，自小在一起玩耍，情谊深厚。兄弟联手定乾坤，一人勤政爱民，创盛世太平；一人战场杀敌，保边境安宁。凌霄不懂事，冒犯陛下，还请陛下降罪。朕把凌霄当作朕的孩子，怎么会降罪于他？谢陛下宽宥，臣必定从严管教凌霄。凌霄寡言，情绪不外露，你再从严管教，他就成哑巴了。凌霄很好，你不必如此。对了，你知道云宝的亲生父母是谁吗？臣会查清云宝的底细。朕总觉得在哪里见过云宝，或者说朕梦里的闺女就是云宝这样的软糯可爱。陛下，你但凡看到个可爱的小女娃，都会说诸如此类的话。陛下在臣的府邸静养，不成体统，还请陛下。朕就看上你的府邸，怎么，你要把朕轰出去？臣不敢，不敢就最好。朕要在此静养1个月，不上早朝，政务你全权处置。两人又聊了好一会，直至徐管家来请他们吃晚膳。云宝，你过来坐在朕身边，还是朕坐到你身边？你是陛下，要坐在陛下该坐的地方。这个大叔看自己的眼神怪怪的，好像要把他偷走。朕住在王府，是王府的客人，不是陛下。陛下是客人，要听从主人家的安排。草率了，小奶包的小嘴怎么这么能对？陛下，微臣刚教会云宝，实不言，请不语。牛皮兄弟，可以。凌霄，收敛点。云宝年幼不能自理，朕为他吃饭好了。陛下，云宝都是自己吃饭的，而且他喜欢自己吃。凌霄，你没当过父亲，不知道闺女要娇养，儿子怎么操养都没关系，闺女娇气必须娇养。陛下似乎没生养过闺女吧？好好说话。这夜，苍凌霄严防死守，才把那对天家父子挡在门外。小哥哥，今夜你要跟我一起睡吗？我睡在小榻，可以吗？我喜欢跟小哥哥一起睡。云宝，你是女娃娃，不能跟任何男娃或少年或男子一起睡，更不能说这类话，记住了吗？为什么？因为男女有别。翌日早间，皇帝把苍凌霄支走，随后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前进听雪院。云宝，朕来了。男人将5岁女儿赶出家门，转头却向皇帝控诉女儿不孝。不料皇帝早已得知他的真面目，直接出手教他做人。云宝呢？小世子带云宝小姐出去了。他带云宝去哪里？奴才不知。凌霄这个臭小子，鬼精鬼精的。陛下可不就是喜欢小世子鬼精吗？苍凌霄带着云宝处理事情，而皇帝则在王府等小奶包等得生无可恋。没等到小奶包，却等来了宁远侯一家子。江天磊得知皇帝在摄政王府，便叫上江明浩、江宝玉一起去求见。几人在门口扯着嗓子叫嚷，皇帝远在内院都听得见，便让徐管家把江家人带进府，派人去禀报王爷。听说陛下没有生养小公主，所以他很喜欢闺女，时不时的溜出皇宫偷看别人家的闺女，
自己长这么好看，今日陛下见到他，一定会喜欢他的。宁远侯，朕在摄政王府静养，本是不愿见任何人。若你说不出个非见朕不可的理由，别怪朕罚你。陛下，我叫玉儿，玉儿的大哥哥被关押在大理寺，那些大人不让我们见大哥哥，不知大哥哥在牢房里是生是死。玉儿恳求陛下准许我们进大理寺见大哥哥。犯了错便要接受律法的惩治，大理寺不让你们见案犯，必定是案犯犯了不可饶恕的死罪。江天磊担心女儿说的不全面，没有切中要害，便抢了话头，一把鼻涕一把泪把江家遭受的所有欺压、凌虐、愤愤不平地说了，并将所有过错和罪责头都推到苍凌霄身上。陛下，臣的妖女云宝自小心术不正，心肠恶毒，在小世子的庇护下，她千方百计地欺凌臣的儿女，报复江家。江家每日都在水深火热里，臣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才斗胆求见陛下，恳请陛下为臣做主。陛下是天底下最厉害、最善良的人，一定会救大哥哥，对不对？朕大致了解了，回头朕问问你家大郎犯了何事。大哥哥把妹妹带去乡下玩耍，可是妹妹误会了，小世子就派人把大哥哥关起来了。陛下快看看我呀！当真如此吗？要不要朕把凌霄和云宝传回来，跟你们当面对质？陛下，臣有千百个胆子，也不敢欺瞒陛下。玉儿不怕跟妹妹对峙，陛下不如请妹妹出来。宁远侯，朕爬过你家的墙头。皇帝这没头没尾的一句话让江天磊有点懵，而江宝玉的眉眼流露出几分喜色，以为皇帝是去偷看他的。朕看见你家大闺女和造房的小丫鬟在一起，小丫鬟偷偷藏了一碗粥，她知道了，生气地责骂小丫鬟：大小姐，奴婢偷藏这碗药膳粥，不是自己吃，而是给二小姐吃。二小姐时常饿着肚子，挺可怜的。胡说！我给妹妹送了那么多吃食，妹妹怎么可能饿肚子？是不是你们偷了妹妹的吃食？听完皇帝的讲述，江天磊惊得冷汗涔涔，而江明浩则惊疑地皱眉。玉儿对待下的一向宽和友善，陛下是不是看错了？玉儿是因为丫鬟偷了妹妹的吃食才惩罚她的，玉儿并没有。闭嘴！你咕咕的叫，难听又刺耳，朕的耳朵高贵的很，不想听鸡叫。陛下，玉儿的声音不是鸡叫。朕喜欢小女娃，对小女娃从来不会动怒。今日你们父女俩也是让朕破了例，也是有本事。舍妹言行无状，冲撞陛下，恳请陛下恕罪。哼，朕不想看见你们，滚！江天磊让江明浩带着江宝玉先行一步，而后才对着皇帝悲怆道：云宝和小世子把臣一家人害得遍体鳞伤，陛下就这般不问是非对错，包庇小世子吗？你竟敢跟朕说不问是非对错！皇帝弹身而起，抓住江天磊就是一顿暴揍。云宝做错了什么？你这个当父亲的，竟然不问是非对错，对一个年幼孤弱的质子下此毒手，你猪狗不如！每个闺女都是老天爷最美丽、最幸福的恩赐，你竟然骂云宝是灾星，还把她赶出家门！今日朕不揍死你，就把江山拱手让人！你的宝贝玉儿是最狠毒、最恶心的小女娃，再敢出现在朕面前，朕褫夺你的爵位，把你们逐出京城！皇帝虽然练过拳脚功夫，但身子虚弱，暴揍一阵就累得气喘吁吁。而江天磊哪敢反抗，唯有嗷嗷的哭嚎，表示自己有多委屈无辜。陛下揍人太厉害了，幸亏在江家人来之前，陛下要他说说云宝小姐的身世。他一股脑儿的说了，把云宝小姐夸上天，把江家骂进地府。江天磊乌龟似的缩在地上，皇帝实在打不动了，灵机一动：你们两个过来一起揍！这时汤远舟快步过来，江天磊好似看见了救星，一把抱住摄政王的大腿。摄政王，救命！宁远侯，你怎么伤得这么严重？江天磊哭得惨绝人寰，却不敢指出皇帝是知法犯法的凶徒。骨头这么硬，也不见你上阵杀敌，朕不禁累死了，手还疼，都破皮了。问清事情经过后，汤远舟让人把江天磊送回江府。江家人最好滚得远远的，否则朕见一次揍一次。云宝太可怜了，爹爹是禽兽，哥哥们禽兽不如，姐姐伪善恶毒，云宝却长得这么天真可爱，朕要竭尽所能宠爱她，让她开心快乐的长大。远州，朕收云宝为义女，封她为公主，你以为如何？好是好，不过此事不宜操之过急，从长计议为好。陛下见到小女娃就两腿发软，走不动路，这次更绝，竟然要收养云宝。对，云宝被那个畜生亲爹伤透了心，被兄长们寒了心，对于认干爹这种事一定心有芥蒂，
还是徐徐图之吧。朕浑浑噩噩多年，终于找到人生的终极目标了，要让云宝心甘情愿地叫他父皇，要让云宝喜欢的这个皇帝干爹。云宝，我可以当你爹吗？沈清，你被狼狗追了吗？陛下，京城发生3起诡案，3位死者都是官宦人家的女儿，他们的亲属到大理寺哭闹，要求臣尽快抓到凶徒。沈大人看了这几起诡案的小鱼吗？我和仵作一起查验尸首，暂时没发现有用的线索。凌霄，沈清，朕不许再有类似的命案发生，也不许任何女子受到伤害。你们2人务必尽快侦破诡案。遵命。行了，你俩可以走了。云宝，你留下陪朕。凌霄，你把云宝放下，你想带他去哪？陛下，去大理寺。你去大理寺办案，为什么带云宝？云宝一个小女娃，不能去那种晦气重、戾气重的地方。再说，云宝乏了，要早点歇息。我要帮小哥哥看看有没有妖邪精怪作祟。云宝，天黑了，外面很危险，明日再看。那明日我们再去大理寺吧。不是，小世子，你要跟我去大理寺呀？陛下说了，明日再去。陛下，就让小女娃跟臣去大理寺吧，人命关天呐。朕只是想跟小奶包愉快地玩耍一下下，怎么就这么难？小世子，这3具小鱼便是受害者。小哥哥，他们身上没有妖怪的痕迹。云宝，你真的看清楚了？真的没有。前2桩诡案，我和下属查访了受害者的家人、画师青瓷公子，还有寄香楼的人，都没有指向姓强的线索。更重要的是，不少百姓都亲眼目睹，3个小鱼都是脸部突然冒出火光，接着蔓延全身，应该没有他人纵火烧小鱼的可能。照沈大人的说法，这3桩诡案的确离奇诡异。3人面色沉重地从殓房出来，狱卒长过来禀报，受了10几种酷刑的江漠北，如今只剩一口气了。他是宁远侯的儿子，若挂在大理寺的牢房，总归不好吧？此事不是太子殿下下令抓人的吗？沈大人去问殿下。可殿下说要你拿主意。云宝，江漠北快挂了，放他回家可好？可以呀。奄奄一息的江漠北被扔在江家大门前，江家人都惊动了。江漠北伤痕累累，从头到脚就没有一处是完整。大哥哥一定很疼很疼，大哥哥会不会挂？大哥是有福的人，一定会挺过来。一定是小世子吩咐大理寺的人把漠北折磨成这样的，还有那个孽障必定也添油加醋。跟云宝有什么关系？大哥视别人的性命为儿戏，别人也可以随意的打杀他。他是你大哥，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嘎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哪日大哥嘎了人，陛下定会要了他的命。臭小子，为了那个孽障，你疯魔了是不是？你不要这个家，就给本侯滚！现在你骂云宝，弃他如敝履，以后别说高攀不起，你连仰望他的资格都没有。你，江天磊两眼一翻，直接气晕过去。而江明浩追着江慎行，想要同他谈谈。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，我们是一家人，难道你以后都要用这样的态度跟我们相处吗？今日你对玉儿的所作所为，他日你一定会后悔。若你是疼惜幼小的兄长，就不会把柯代妹妹当作理所当然。只要你细心一点，眼睛睁大一点，凡事多想想，就不会被眼前的假象蒙蔽。江明浩愣在原地，不明白一向冷清的江慎行为何说出这样的话。思索片刻后，将一切怪罪到了云宝头上。一定是云宝用妖法控制了老三，如此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看来要找厉害的天师给老三驱邪才行。翌日早间，800里急报，宁州、荆州两地发生地动，短短半日，2州变成人间地狱。萧燕急匆匆的回宫，汤远州苍凌霄也跟着进宫，商议赈灾事宜。富贵，你吃了这么多鸡腿，为什么只长胖不长大呢？因为本王被某个死女人压制的，有朝一日本王翻身，一定反压制虐的那个死女人痛哭求饶。哦，对了，云宝，今日我们可以摆阵夺回你的气运了。小女孩是个喝凉水就塞牙缝的活物，只因她的自私的父亲竟夺走她全部气运。如今女孩终于找到办法夺回自己的气运，而她的父亲得知后，竟厚颜无耻的要她交出。这是九转九阳阵，启动此阵会消耗很多灵力，你务必坚持到最后。当金光汇入阵眼，那便是夺回了云宝你的气运。云宝指尖出现光圈，随着双手推动，光圈越来越大，9张葫芦也闪着耀目的金光，一大多金光从外面涌入房间。哟呵，成了！
那朵小白花没了云宝的气运加持，想必会发生一连串的倒霉事吧。另一边的江府，江宝玉看着混乱的房间，小脸吓得发白。爹爹说过，他请了天师在房间摆了厉害的阵法，会保佑他的成长万事顺遂，万万不能打碎房里的摆件，更不能随意挪动家具、器具等物。江宝玉越发惊恐害怕，立即吩咐春兰去请江天磊过来。当江天磊看见一屋子的狼藉，房里原本的金光消失得无影无踪，顿时变了脸色。爹爹，是不是有人要害我？玉儿别怕，爹爹不会让任何人害你。妹妹不是会画符吗？可是妹妹怎么可能会害我呢？爹爹，我对妹妹这么好，妹妹一定不会害我的。就是那个孽障，那孽障不知哪里学来的邪术，竟敢夺走你，不能让玉儿知道，这是自己请来高人摆阵，把云宝的气运夺过来，统统给了玉儿。反正云宝是命里带煞的灾星，不需要气运，必须再把那位高人请过来，再摆阵把那孽障的气运夺回来。玉儿，你流血了，快过来！那孽障刚夺走气运，玉儿便有血光之灾。爹爹，我想要三哥哥帮我包扎。好，爹爹这就让他来。不一会，江慎行便板着死鱼脸出现，一番查看后给出了结论：不严重，过2、3日便会好转。流这么多血叫不严重？刚才你仔细包扎了吗？死不了，怎么会严重？本后今日不打死你这个逆子，就把名字倒过来写。父亲，你把云宝毒打得遍体鳞伤，奄奄一息，你觉得不严重吗？你把云宝打得头破，你也觉得不严重吗？既然你觉得云宝的伤势不严重，玉儿只是破了皮，又有什么严重的？不包扎都能好。江天磊的脸庞涨成猪肝色，凶悍的抬脚快去，而江慎行轻松避开，扬长而去。爹爹，三哥哥也是可怜妹妹不能回家，才护着妹妹的。那孽障胆敢回来，我一定打死他。爹爹，若我学会画符，是不是跟妹妹一样，得到太子殿下和陛下的喜欢，街上那些人也会喜欢我？玉儿真聪明，爹爹这就派人去请厉害的天师教你画符。接下来的几日，苍凌霄早出晚归，即使跟云宝见一面，也说不了几句话。而京城又发生了2起年轻女子焚烧鬼案，大理寺的沈仲实在没办法，又去找苍凌霄，请云宝出山。青瓷公子是最大的嫌疑犯，酷刑上了几轮，他就是不承认，坚称自己是无辜的。5个小鱼之间最重要的关联是，他们都被青瓷公子划入画中，从寄香楼出来，在闹市走了一阵，便烧死了。既如此，不如就同这位青瓷公子合作，引蛇出洞。不就是钓鱼执法吗？寄香楼重开，门前站着10位自愿来画像的年轻姑娘，青瓷公子也从中挑中一人。青瓷公子把本，把我画得漂亮一点啊！卧槽，东宫太子男扮女装。我勒个刀！云宝，我美吗？太子殿下，当真是我见犹怜。画师青瓷为太子作画，而苍凌霄与沈仲混在人群，暗中观察现场和围观者的一举一动。富贵，你有闻到妖怪的气味吗？本王能闻到一股很淡的妖味，可这味却时有时无。不一会，画师青瓷磨磨蹭蹭将画画完，大美人太子也起身离开，苍凌霄等人也跟在后面。美人，你去哪？不如去我府上喝喝茶。给老子滚！萧北明袅袅婷婷地走了3条街，腰都快扭成麻花了，可依旧安然无恙。几人只能回到马车复盘。太子小姐姐，以后你会一直这么好看吗？云宝，我是男子，不是小姐姐。若你一直是小姐姐，我会喜欢你的。本宫虽然想要云宝的喜欢，可本宫不想当女子啊。殿下无碍，虽说是好事，但也说明凶徒应该知道我们安排了这次放蛇，才没出手。你们发现可疑的人吗？发现了几个，稍后会缉拿他们。富贵，你有发现吗？本王在寄香楼里闻到妖怪的气味，不过很快就闻不到了。若这武装鬼案的凶手是青瓷公子，他并没近距离碰触死者，如何下手的？若凶手另有其人，那么凶手专挑青瓷公子画入画中的美貌女子，说明这凶手和青瓷公子必然有某种不为人知的关系。青瓷公子给漂亮的小姐姐画像，是不是有人妒忌那些小姐姐？云宝的一番话让众人犹如醍醐灌顶。既如此，找几个姿色不俗的姑娘接近画师，说不定可以引出隐藏极深的凶手，值得一试。殿下，臣来安排。雅院中，几个姑娘围坐在青瓷公子身边，又是劝酒又是喂食，还用纤纤玉指撩拨他。公子妾身美吗？
放开公子！一声愤怒的交翅突兀的炸响，水榭里不知何时多了一位姑娘。隔壁房间的富贵在女子出现的瞬间便冲了出去，云宝等人也跟了上去。统统给我滚！公子，你一向洁身自爱，对风月场里的逢场作戏十分厌恶，为什么今日跟这些肮脏的女子厮混？姑娘，我并不认识你，我默默的陪伴你多年，你不知道罢了。可我从未见过你。原来是你，云宝，快用符咒定住他！女子秀美的脸庞突然长满了狼毫似的毛，沈重第一次亲眼目睹长得奇奇怪怪的怪物，惊奇又有点怂。这是什么怪物？他是比邻，狼毫成精，100年修为。笔也能成精？这只比灵一直跟着你，你不知道吗？画师摇了摇头，从布袋里取出一只古朴的狼毫，里身雕刻古老的符文，虽然色泽暗沉，但丝毫不减精致华丽。把它还给我！你也是姑娘，你把它们活活烧洗，你的灵丹不会痛吗？他们敢接近公子，他们都该死。你空有美貌，心却是黑的，大大的坏。他们是无辜的，你害得他们活活烧洗，你的心肠恶毒如蛇蝎。公子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。10年前，公子你科考落榜，身无分文，以卖字画为生，直到公子从店里将我买去。若不是我让你下笔如有神助，你有今日的名声和成就吗？所以一直以来，我所做的画作会得到世人的喜欢，都是因为你。公子，你忘了吗？你为我取名青蓉，取青词里的青字，加上女为悦己者容里的容，只希望我永远陪着你，厮守到老。原来大周第一画师的美誉以及世人的追捧，都不是他的真实才学和实力，一切都源自于比邻的帮助。你害了5个小姐姐，今天我就送你去轮回道当猪。就算你有厉害的灵符，但你只是凡体肉胎，根本不可能彻底杀死我。我是精灵，跟妖怪不同，只要一点残破，灵丹便可以再次孕育。那你知道这是什么符吗？业火符，不可能，这是地府阎王才有的冥符，你一个凡人怎么会有？讲的一定是假的。那我让你看看是真是假。云宝双手比邻的头发，笼里烈焰吞噬着他。放了我，求求你，放我出去。那就如实交代，你是怎么烧死5个小鱼的？脱离业火灼烧的笔，将事情一一道来。公子为他们画像时，我在他们身上撒了我制作的香粉，只要离开吉祥楼就会迅速燃烧。那你为什么没有对太子姐姐下手？因为公子看他的眼神跟一滩死水一般，没有丝毫心动。5位小鱼的身上并没有香粉的痕迹，云宝也瞧不出有妖邪精怪的痕迹，这是为何？我隐去了我的痕迹，你们怎么可能寻得到？庚子，谢谢你这10年来对我的呵护，遇到你是我的幸运，为了你，我心甘情愿付出一切。我从来不知道你的存在，那是活生生的人，你怎么可以恶毒的烧洗他们？我也不想的，我陪伴你10年，为你付出10年，你不可以爱上别的女子，不可以抛弃我。可我只是画他们，没有那些龌龊的想法。沈大人，你抓我回去吧，要杀要剐，我毫无怨言。不可以，公子你不可以洗。突然，比邻冲进业火符幻化的烈焰牢笼里。只要我伏法，公子你就不必痛苦自责。烈焰吞噬着比邻，在生命的最后一瞬，他的眼眸滑落凄痛，绝望的泪珠。公子，我会为你赎罪，即便要灰飞烟灭，哪怕与君诀别。凶手是一只精灵，如今还死了，我如何跟小鱼的亲属交代？本宫会向那些亲属解释的。罪人青瓷也会向他们交代。女孩不吃不喝练了2天半画符，就等着卖给冤大头发大财，没想到却被好心人砸摊举报一条龙。江家昏睡3日的江漠北总算捡回一条命。江宝玉拿着一沓黄色符纸，兴冲冲的进来，却在看见江慎行后笑容凝固。三哥哥，大哥哥要卧床多久才能下床走动呢？快则5日，慢则半个月，看他的恢复情况。江慎行看见他手里的符纸，只当没看见，拎着医药箱离去。玉儿，你不用每日都来陪我，你可以出去玩玩。大哥哥，待会儿我和二哥哥出去玩，顺便卖灵符。这么多灵符，玉儿，这些灵符打哪儿来的？爹爹找了个厉害的天师教我画符，这些灵符有一半是天师画的，一半是我画的。这些符真的管用吗？当然管用了，那个天师很厉害的，很快所有人都会喜欢他的灵符，再也不敢羞辱谩骂他，反而求着他施舍。到时候我就可以指挥所有百姓日夜辱骂那个死丫头。随后，江宝玉和江明浩上街，江天磊不放心他，也跟在后面。几人挑了个热闹位置，随后让2个仆人吆喝。过路的百姓得知有人卖灵符，潮水般涌来。
爹爹，我们成功了。玉儿，你想的这个法子太妙了，可惜那个夺气运的阵法在做，有损江家的阴德，破了就不能再摆。死丫头，这一次看你怎么赢我！不远处的街角，江慎行把几块碎银放在一位老妪的手里。老妪常年在大街等闹市闲逛唠嗑，说人是非是他最拿手的本事。这是云宝小天师画的灵符吗？我怎么觉得不太一样？大伙先别买，听我说。昨日我邻居铁头在摄政王府前排队大半夜，才买到2张平安符。铁头给我看过，跟他们卖的符不一样。昨日我也在摄政王府排队，不过没买到。我看了别人买到的平安符，上面的符文跟他们卖的不一样。百姓闻言议论纷纷，犹豫着要不要退货。诸位乡亲父老，这些灵符是咱们京城厉害的天师呕心沥血画的，若不灵验，我保证给大伙儿退银子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飘，大伙儿可不要被他骗了。他就是元宝小天师的兄长，那个小女儿就是元宝小天师的姐姐，他们都是宁远侯府的人。江家人怎么苛待元宝小天师的？大伙儿都忘了吗？这江家一家人都是黑心的，不要相信他们。老妪一说，众人都激愤地要求退银子。你们误会了，此前我和妹妹的确有些误会，但已经解开了误会。妹妹答应了我，过2日她就会回江家，跟爹爹哥哥们住一起呢。你说了我们就信吗？谁都有一张嘴，谁都能自吹自擂，尤其是你小白花的嘴，吃人的力飘。这位老婆婆，你真的误会了。其实这些灵符是妹妹画的，她画了灵符送给我，我不需要这么多，便卖给有需要的乡亲父老，也算是为妹妹积福。若是云宝小天师画的灵符，为什么符文不一样？这个是妹妹新学的灵符，跟此前的平安符不一样。你说是就是啊，只要我们派2个人去摄政王府问问徐管家，就知道是真是假。我和妹妹真的冰释前嫌了，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？我也是小孩子啊。谁不知道你伪善，惯会装可怜博同情，我们可不吃你这一套。大伙儿有何不满，冲着我来，不要伤害年幼无辜的玉儿。谁敢伤害本侯的宝贝女儿，本侯对她不客气。爹爹这么暴躁，他装可怜白装了。不管江家人如何解释，百姓都渐渐散去，只剩下想着用更少的银子买灵符的人。不要买，不要买，他们卖的是假的。江明浩气得想揍人，却也无可奈何。这时京兆府的2个衙役走过来，见过江侯爷，有人举报你们卖假符。我们怎么可能卖假符？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灵符。我爹爹是宁远侯，你们不能随便给我们家泼脏水。既然有人举报，在查验你们的符是真的之前，京兆府不能准许你们继续卖符。就算是假符，哪条律法规定了不能卖假符？宁远侯，您不必动怒，不如这样，云宝小天师画的灵符是百姓们推崇备至的，我们把你们的符拿给云宝小天师看看，若他说是真的，那侯爷便可以卖。混账！本侯的灵符，那孽障没资格看。侯爷，那就属我等得罪了。江明浩经营众多产业，是宁远侯府的钱袋子，擅长跟官府、三教九流打交道。他把2个衙役请到一旁，悄悄地把2锭银子塞到他们手里。还请2位大人通融一下，毕竟没有明文规定不可以卖真的或假的符。我们侯府在朝堂上有几分薄面，还请2位莫要为难我们。我们可不敢收宁远侯府的银子。就在刚才，江慎行自称摄政王府的小公子，向衙役举报，若是放任江家人卖假符，危害老百姓，小世子定不会轻饶。眼见送礼不通，江明浩又把几张灵符塞在他们手里。他们包庇宁远侯府，若他们卖的是元宝小天师画的灵符，何必鬼鬼祟祟？要么赶紧走，要么我们拿符去摄政王府查验。侯爷，你们自己选吧。真当我宁远侯府是好欺负的纸老虎吗？再不滚，本侯就大开杀戒。我等是京兆府的人，侯爷想当街杀公职人员吗？江明浩心急火燎的2边规劝，又吩咐仆人把江天磊抬回去，而后匆匆的收拾摊子准备离开。还想打着元宝小天师的旗号卖假符，谁借你们的脸皮？我呸！哎呦呦，还真哭了！大伙儿快瞧瞧他有多凄惨，全京城就他最委屈最可怜。他这么能演，怎么不去戏班子演一出？江宝玉的泪珠簌簌滚落。江明浩虽然心疼，但在人来人往的街上也无可奈何，只能带着他快步离开。凡是力所能及的，我不允许你们再伤害云宝1分1毫。
迷香准备好了吗？殿下已经准备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将东西带上，别被王府的人发现。现在就去摄政王府。御书房内，汤凌霄和沈仲正同皇帝禀奏诡案。既然云宝立了大功，凌霄，你怎么不带云宝进宫领赏？云宝乏了，回府歇着了。臣为何不带云宝进宫？陛下，你心里没点 ABC 数吗？皇帝心养小奶包得很，但朝堂事务繁多，一时之间也找不到机会溜出宫。朕觉得这2日浑身不适，好像有妖怪藏在寝殿，伺机谋害朕。陛下无需担心，云宝灵符一出，妖怪无不退散。沈爱卿说的对。凌霄，你速速带云宝进宫，给朕去协捉妖。陛下，云宝已经算到了。云宝在香囊里放了5张灵符，足够对付各路妖邪精怪。灵符会保护陛下平安，安心静养。朕一世英明，又输给小奶包和凌霄了。与此同时，摄政王府内，云宝也在为皇帝头疼。富贵，陛下看见我就想跟我玩，还想抱我，可是我不想让他抱，怎么办呢？我想画一张符，阻止那个陛下靠近我，有这样的符吗？隔离符，只需把隔离符贴在他的身上，他就不能靠近你5步之内。好呀好呀，我要画隔离符。他是皇帝老儿，喜欢你，抱抱你怎么了？我才不要他抱呢。为什么？哼，难道是因为渣爹让云宝有了严重的心理创伤？并不是所有人都跟你那个心肝全黑、狠毒的渣爹一样。他才不是我爹呢。云宝小姐，府门外有百姓嚷嚷要见你，说是外边有人卖灵符，冒充你的灵符。府门外，痛骂江宝玉的老妪第一个冲了上去。元宝小天师，江家的小白花说你和他们冰释前嫌，还给他们很多灵符，是真的吗？云宝小姐怎么可能和江家人冰释前嫌？云宝小姐跟江家早已没有任何瓜葛。我才画了10张平安符，没有多余的给他们，我不会给江家人灵符的，他们卖的符跟我无关哦。我就说嘛，江家人卖的是假符。他们打着元宝小天师的旗号赚黑心钱，脸皮厚的杀猪刀都看不穿。我们找更多的人一起去江家，把江家人骂成缩头乌龟，不敢出门。不等云宝说话，百姓呼啦啦的走了，又怒火冲天的来到江家，众人七嘴八舌的骂着，将臭鸡蛋等脏污之物扔向江家。不多时，府门前一片狼藉，臭不可闻。府内，江天磊和江明浩被气得不行，江宝玉和江慎行前后脚来到。爹爹，大哥哥，外边为什么那么多人？他们终于想通了，来买我的灵符嘛。玉儿，他们不是来买符的。玉儿，总有刁民要害我们江家。那些刁民为什么骂我们？那些刁民跟我们无仇无怨的，是不是受人指使才来骂我们？一定是那孽障搞的鬼。宁远侯，你除了把一切过错和罪责推到云宝身上，还会什么？江家的列祖列宗见你愚蠢无能还凶残，想必会气得诈尸，把你的脑袋按在棺材板上摩擦。这朵小白花以往无数次就是用类似的话引导父亲和他们4个兄弟，把所有坏事都扣在云宝的头上。混账！你竟敢骂你爹！老三，快给父亲跪下认错！被一朵伪善的小白花牵着鼻子走，耍得团团转，亏你们还觉得自己聪明绝顶，把他捧在手心宠着，可笑至极。逆子，爹爹，三哥哥一定是病了，烧糊涂了。对了，爹爹，你不是说姑姑快回京了吗？姑姑何时抵京？慢则1个月，快则10日。你们姑丈周将军如今是摄政王麾下大将，此次回京会帮助江家摆脱如今的困境。大卫表哥也回京了，他们回来了，那死丫头就死定了。府外，百姓整整叫骂了1个时辰才罢休，又把江家的龌龊事传扬的全城皆知，才终于消气。带着迷香的太子支开了徐管家，不怀好意的盯上了云宝。父皇，朕不是你父皇，你就是想气死朕，好继承朕的皇位。父皇，你别这样，让凌霄知道我偷孩子，他会杀了我的。朕不管，你偷也好，拐也罢，反正朕就要见小奶包。父皇，儿臣好歹也是大周太子，做这种下三滥之事，若传出去，儿臣不得被天下人笑死。再见不到小奶包，朕就要去见先帝了。太子殿下，这些是要给小哥哥的吗？云宝，这些都是父皇赏赐给你的。这怕是把陛下的私库搬空一半了吧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
本王终于发财了。云宝，父皇不知你喜欢什么，便随手挑了一些，你喜欢的就留下，看不上眼的就先放着，以后当嫁妆用。这些东西真的是给我的吗？可我并没有做什么呀。云宝，你救了父皇的性命，父皇特意赏给你的，这些全都是你的。云宝小姐，这些赏赐是你该得的，收下吧。徐管家，你先把这些箱子搬到云宝的房间。不多时，仆人便将10几只红木大箱抬进房间。徐管家，本宫渴了，送一杯茶过来。殿下稍等。云宝，我们做一个游戏好不好？什么游戏？这个游戏叫躲猫猫，你是猫，要找到那只空的箱子，躲在里面，我来找你，捉你。哦，在江家，他曾看过姜宝玉几人玩躲猫猫的游戏，而他只能站在角落里偷看。如今面对太子的提议，云宝毫不犹豫答应了。云宝，你可以找空箱子躲起来了。云宝哼哧哼哧的找到空的箱子，躲了进去。云宝，我来喽，你要躲好，不然我很快就捉到你了。坐在箱子里的云宝捂着小嘴，大气不敢出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觉得眼皮很重，不一会便睡过去了。萧北明打开箱盖，看见他安静的睡着了，心花怒放的盖上。卧槽！你要拐走云宝？只要你不说出去，今日的御膳房便属于你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本宫精心筹谋，用美食诱惑狗子，再容易不过。他只是一只不会说人话的狗，关狗什么事？嘿嘿，御膳房的美食，本王来了。萧北明带着侍卫离开，却碰上徐管家端着热茶回来。殿下，这只箱子为何？宫人清点的时候马虎大意，把父皇喜欢的青瓷也混入其中。待本宫回宫后，把遗漏的那只箱子送来。劳烦殿下了。对了，云宝小姐在房里吗？云宝困了，你半个时辰后再叫醒她。是。徐管家将太子送出府，完全没想到云宝被偷运出去。老徐真是个铁憨憨！快！现在立刻马上回皇宫。遵命，殿下。终于完成父皇交办的差事，当偷娃贼的感觉真不好。路上，苍凌霄乘坐马车回府，刚好碰见超速行驶的太子。跑这么快，有狗在追他吗？一进宫，富贵就冲去御膳房，而皇帝满眼热切地看着箱子，手都颤抖了。太子用这样的下作办法把云宝偷进宫，跟朕可没有关系呀！云宝，你可千万别怪朕。皇帝小心翼翼地把云宝放在龙榻上，这回的他腰不酸了，腿不疼了，吃嘛嘛香。父皇啊，你这副模样会让人以为你是个变态的。云宝咋还没醒？你迷香是不是放多了？不可能啊，那只空箱子放了一点迷香，只会暂时昏迷。救命啊！一觉睡醒的云宝看见近在咫尺的2张大脸，不由得尖叫起来。云宝别怕，朕只是想你了，很想见你一面。云宝，我们没恶意，晚点我就送你回王府。你们把我偷来，小哥哥知道了会生气的。凌霄不会生气，朕保证。云宝，你饿了吗？我们准备了很多吃食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我要回去找小哥哥。云宝，你在这里吃饱了，太子送你回王府，这样可好？哼，不好，我要跟小哥哥一起吃饭。看着生气的云宝，皇帝急坏了，想让太子想办法哄好小奶包。可萧北明多少有点了解云宝的脾气，知道哄不好。父皇啊，早跟你说了偷娃太损了吗？你就是不听。现在好了，云宝生气了，我能怎么办？云宝，朕为你准备了很多新奇有趣的玩意儿，你先看看喜不喜欢，好不好？云宝，我这就派人去请凌霄进宫，你先在这儿晚安，等他过来，好不好？对，凌霄很快就进宫了。二人实在没办法，只能先安慰他，而云宝也勉强答应。萧北明让内侍抱来一堆孩童玩的玩意儿，云宝的眼神直直地盯着地上的兔子布偶，而皇帝以为他喜欢，便将布偶递给他。云宝迟疑了一瞬，想起了往事。去年二哥哥给姜宝玉买了一只小兔兔布偶，姜宝玉很喜欢小兔兔布偶，故意跟他炫耀，他也很喜欢，可姜宝玉不会借给他玩的。后来姜宝玉不喜欢小兔兔布偶了，当着他的面把布偶剪烂了，也不给他玩。你是在心，你就不配得到家里的任何东西。小兔鸡还给你们吧。二人都看出云宝对布偶的喜欢，却不明白他为何拒绝。云宝，若你喜欢这些玩意儿，包括这只小兔兔，都是你的。
这是你们的东西，不是我的，我玩一下下就好了。云宝，你可以跟朕说说，你为什么不要小兔兔吗？别人的东西都不是我的。在江家的几年，他一直的观念是在别人家里，即使别人主动送他东西，他也不能要。云宝，你记住，朕送给你了，就是属于你的。你想跟他们玩，你想把他们送给别人，或者你想丢了他们，都可以。真的吗？朕是皇帝，一言九鼎。云宝，父皇和我都喜欢你，会待你很好很好，就跟凌霄对你好一样，你记住了吗？面对皇帝与太子的善意，云宝有些不知所措。而此时的摄政王府，汤凌霄却险些暴走。不可能啊！太子殿下明明说云宝小姐在寝房睡觉，她没出来过呀。这些箱子是怎么回事？这些是太子殿下送来陛下的赏赐。汤凌霄忽然想起回王府路上太子的马车飞速前行，心里突然就有了猜测。小世子，你去哪里找云宝小姐？进宫。汤凌霄一路狂飙，当他闯进皇宫时，就看见颇为和谐的一幕。小哥哥看见汤凌霄的太子心虚的很，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。那个啥，凌霄你来的正好，本宫已经派人去。殿下，若云宝不愿意，任何人都不能勉强他。凌霄，这件事确实是太子做的不对，朕已经训斥过他。太子，下不为例。好，感情就本宫一个坏人是吧？明明是父皇你威胁我偷娃的，本宫的命咋这么苦啊？云宝，我们回去好不好？好呀。皇帝目送他们离去，云宝突然转身朝他招了招小手。云宝，过几日朕出宫看你。马车上，云宝靠在汤凌霄的身上打盹。云宝，你喜欢陛下和太子殿下吗？他们对我挺好的，我不讨厌他们了。他们是好人，喜欢你，会对你很好的。小哥哥也对我很好。以前我认识一位小妹妹，跟你差不多大，她的爹爹不喜欢她，责骂她，她也不喜欢爹爹。后来有人告诉她，这个爹爹不是她的亲生父亲。剧接上集，汤凌霄再三试探云宝，只因他终于确认云宝亲生父亲的身份，可云宝却因心理创伤拒绝认亲。小女孩的亲爹爹找到她，把她带回家，很喜欢她，对她百般宠爱。那小妹妹找到亲爹爹，一定很开心。云宝，你觉得这位小女孩会因为讨厌那个假爹爹而不喜欢亲爹爹吗？会不会不要亲爹爹呢？我不知道。若你是小女孩，你会讨厌亲爹爹，不跟亲爹爹回家吗？我没有亲爹爹，不知道呀。云宝，这是假设，你好好想想，然后跟我说说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那我想想。就在昨日，汤凌霄终于确认云宝的亲生父亲。为了知道云宝对亲生父亲的想法，汤凌霄不得不一再试探他。当年苏玉妍和妹妹苏玉彤就住在明府隔壁，后来玉妍嫁给江侯爷，而玉彤在某一日突然失踪，侯夫人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，在出现时玉彤就怀着7个月身孕。苏玉彤失踪前，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？那么多年了，民妇记不太清了，只记得玉彤姑娘失踪的前几日，民妇看见她在街口跟一位贵妇人说话，那位贵妇人要采几身新衣，请她做刺绣活儿。什么样的贵妇人？民妇这辈子就没见过那么富贵优雅好看的贵夫人，而且很有气态，旁边跟着5、6个仆从，男男女女都有。对了，边上有一辆马车，又宽敞又好奢。汤凌霄大致描述了马车的形状、装饰等等。留神想了想，还真是差不多。那辆马车是公制，只有宫中高阶妃嫔才有资格享用。贵夫人，云宝的父皇。小哥哥，我不像那个小妹妹有亲爹爹，我想不出来。那假如有一个人像我一样喜欢你、疼爱你，你会喜欢他吗？嘿嘿嘿，我只喜欢小哥哥。太子殿下和陛下很喜欢你，也很疼爱你，你会跟他们玩，会喜欢他们吗？他们是偷娃贼，要把我从小哥哥身边偷走，我不太喜欢他们。云宝心里的创伤还需要时间修复，若陛下知道云宝是他的亲闺女，以他思女成狂的性子，必定立马把云宝抱回宫养在身边。云宝能接受这种炽烈的父爱吗？会不会因为江天磊而排斥陛下？汤凌霄左思右想，总觉得所有决定对云宝都不是最好的。将云宝送回寝房，辗转反侧想了半夜，依然没有结果。或许只能等合适的时机，或水到渠成吧。翌日，程正龙带着闺女程九九登门拜访，二人在书房谈话，程九九则溜进了云宝的院子。狐狸精，这是凌霄哥哥的院子，你不能在这里，你再不走，我就叫人把你轰出去。我住在这里，你不能赶我走。小哥哥说了，这儿就是我的家，这里才不是你的家，是我的家。凌霄哥哥住的地方，只有我能来，你和其他人都不可以。
快走呀！再不滚，我就揍你！你揍我，我就让你自挂东南枝。那你把小兔兔给我玩，我就让你在这儿玩。小兔兔是我的，你这么凶这么坏，我才不给你玩呢！被溺爱长大的虎妞程九九，不如愿就直接动手抢布偶，而云宝牢牢地护着布偶，程九九的力气根本比不上他，两人很快便扭打在一起。当苍远舟和程正龙赶过来的时候，就看见鼻青脸肿的程九九。云宝，你在干什么？苍伯伯，我想跟他一起玩啊，他不肯，还打我，我好疼啊！本王一定为你出气。他说谎，他抢我的小兔兔，还推我摔在地上，他又来打我，我才打他的，他是坏坏的撒谎精。九九，你抢他的布偶，还打人，你还敢恶人先告状？我没有，他才是说谎精。九九都伤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还指责他？云宝，你打人就是错了，你向九九道歉，本王就原谅你这次。我没错，是他先打我，我才打他的，他先跟我道歉，我才跟他道歉。王爷，云宝小姐一向善良可爱，从来不会说谎，也不会平白无故打人。哼，她在府里才住了多久，你就知道她的秉性？苍伯伯，你最疼九九的，一定要相信我，他是灾星，还是狐狸精？他说谎骗人，才把凌霄哥哥骗得团团转。小柿子聪明着呢，岂会被小丫头骗了？程小姐，小柿子不理你，你就可劲儿的欺负云宝小姐。住嘴，还不去传府医过来？一旁的程正龙知道自家闺女的脾性，连忙打圆场。王爷，小孩之间打闹是常事，算了吧。不能算了，他才5岁就把人打成这样，长大了还了得？本王必须从严管教他。云宝道歉。女孩明明是一国公主，却被迫给将军的女儿道歉，只因她是皇帝遗落在外的孩子，并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。女孩就这样被逼着给人道歉。只要你诚心认错，并且道歉，本王。你只相信他说的，却不相信我。就算你是小哥哥的父亲，我也不喜欢你了。把他带回来。王爷，你不能因为喜欢程小姐，就完全不相信云宝小姐。这是徐管家第一次违抗摄政王的命令，没有将云宝带回，而是陪他在府门前等苍凌霄。这个老徐，王爷，属下先带九九回家。九九伤成这样，先让府医处理伤口。苍凌霄急匆匆地赶回来，看见云宝狼狈的样子，心疼得直抽抽。听完徐管家的讲述，满腔都是怒火。他抱着云宝回到内院，看见苍远舟抱着程九九出来，送他们出府。凌霄哥哥，哼，你看看你把云宝宠成什么样了？云宝绝不会说谎。程九九，今日你不解释清楚，往后就不许进本世子的听学院。凌霄，你怎么可以对九九这么凶？九九才6岁，云宝才5岁，父王你又为什么对云宝这么凶？苍凌霄的反问让苍远舟语塞，儿子太聪明，性情更是冷漠古怪，他身为父亲也无法拿捏儿子。云宝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更是我的小妹妹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伤害她。王爷，小柿子，这件事还是让九九自个儿说吧。程正龙看着自家闺女，眼神含着警告。九九，你再不说实话，小柿子再也不会理你了。程九九被苍凌霄的眼神吓到，也不想以后不能来听学院，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真相。他说的是实话吗？这次他没说谎，后来他打不过我，就只有嗷嗷叫了。哼，我也把你打得很惨，你那点力气只能给我挠痒痒。两个小女娃一言不合就吵起来，程正龙赶紧告辞，把闺女抱回家。而苍远舟尴尬地顾左右而言，这次居然看走眼了。不过九九是他的战友的闺女，而且是他看着长大的，也经常抱她，他偏宠一点不是很正常吗？父王，你不仅污蔑云宝，还伤害了他幼小的心，你要给云宝道歉。本王还有药物没处理，先回书房了。笑话，他是令敌军闻风丧胆的大周战神，是统摄朝政的摄政王，没必要因为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跟小女娃道歉。父王不道歉也可以，明日是母亲的生忌，你也不必拜祭母亲。苍凌霄，你过分了。看着互不相让的两人，担心苍凌霄动怒或者伤心，云宝只能向苍凌霄撒娇要回房休息。臭小子对他这个父王越来越过分，竟然为了一个小女娃落他的面子。哼。王爷和小世子的父子情本就淡薄，而且因为王妃的死而心生隔阂，何时才能解开心结啊？第二天，王妃忌日，苍凌霄拜祭过后，在母亲的牌位前久久地站着。小哥哥看起来好悲伤，就好像他想念娘亲的时候，心里也很难受。小哥哥，我从来没见过娘亲，娘亲是什么样的呢？在这世上，母亲是最疼爱儿女、最温柔善良的人。小哥哥，有虫子，好大的虫子。
祠堂不可能有虫子，这里每日都有仆人打扫，不可能有虫子溜进来。有，在那里。云宝的小手指着对面的墙，苍凌霄看过去，却什么都没发现。小哥哥，真的有虫子，好大好大的虫子，有蝎子、蜈蚣、蜘蛛。苍凌霄和徐管家面面相觑，他们相信云宝不会说谎，但他们在祠堂找了一圈也没发现。而云宝为了证明自己说的，在祠堂里翻找起来。小哥哥，这里有纸，这好像是小狗狗说过的毒虫符。香炉下面怎么会有这种符？云宝，你看到的虫子应该是这张毒虫符幻化出来的。富贵说，这种毒虫符有7种毒虫，若施了咒语，那过世的人的魂魄会受到毒虫的惊扰，永远不得安宁。苍凌霄端详着毒虫符，眼里突然窜起怒火。符纸上有母亲的生辰八字，放符之人想害母亲，永世不得安宁。若不是云宝来祠堂，怕是永远发现不了这张毒虫符。这张毒虫符不知何时放在这里的。小世子，老奴去盘问负责打扫祠堂的仆人。不急，今日是母亲的生忌，恨母亲的人想必会有所行动。云宝，你能帮我把毒咒解开吗？这张毒虫符施了咒语，要先解咒才能烧掉，那些毒虫才会消失。云宝，麻烦你了。我去问问富贵怎么解咒。府外，苍远州正同一名女子交谈。香香拜见王爷。你怎么来了？今日是表姐的生忌，我自然要来的。我知道小世子不许我来拜祭表姐，我便不进去了。表姐生前最喜欢吃我做的青团，还请王爷把这些青团放到祠堂。苍远州刚伸手接过竹篮，柳香香突然软绵绵的摔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刚才来的路上走得太急，崴了一下。柳香香拉拉衣袖，好似要遮掩什么。苍远州瞧出她的异常，就看见她雪白的手臂有不少新旧淤青。有人打你，是谁？女人只是说了一句话，就让永不娶妻的男人非她不可。可女人刚进门就被捅了刀子，王爷也被扇飞。没有的事，不少人都知道王妃是我表姐，怎么敢打我，得罪摄政王府呢？王爷，我先回去了。就算你不说，本王也会查得一清二楚。王爷，我好害怕，杜庄家的金公子非要娶我为妾，我不同意，他就隔三差五带着仆从找我麻烦。为什么不来王府报知？我不知王爷回京了。这事本王会让人处理，本王先送你回去。王爷，不用了，你快进去拜祭表姐。不急于一时。苍远州一路护送着刘香香回家，苍凌霄左等右等，没等到柳香香，却得知苍远州将人送回家了。你不配拜祭母亲。你放肆！本王是你母亲的夫君。母亲吊着一口气，一直在等你，你为什么不敢回来？北疆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，本王身为主帅，岂能因为私事擅自离开？你不是7岁孩童，难道不知主帅擅自离开会酿成严重的后果吗？因为你母亲怀着胎儿6个月含恨而死，明明母亲好端端的，却突然小产，4日心悸而死，疑点这么多，你为什么阻止我彻查？我跟你说过无数次，这是你母亲留下的遗言，不必查，本王尊重你母亲的决定。借口都是借口，这次我定要一查到底。苍凌霄离开后，苍远州看着王妃的画像默默垂泪。兰儿，你说不必查，我便知道你已经猜到害死你的人是谁。你总是这么轻易的饶恕了他，可是兰儿，你知道吗？每次见到他，我总是忍不住想要杀了他。兰儿，你告诉我，我应该怎么做？这夜，徐管家看着这对父子的情形，一人在寝房酗酒，一人在房间绝食，一筹莫展。王爷，您去哪里？本王出去走走，不必跟着。怎么感觉王爷怪怪的？难道是思念王妃，所以心情不佳？算了，还是先去找云宝小姐哄哄小世子吧。一进房间，云宝就看见苍凌霄坐在地上，整个人一动不动。云宝坐在他身边，也不说话，就这么静静的陪着他。许久，苍凌霄终于开口：“云宝，你回房睡觉吧，我没事。”小哥哥，我不担心你啊，可是你娘亲看见你不吃不喝还不睡觉，会很心疼的。是吗？小哥哥，你娘亲和我娘亲会不会在天上相遇呢？若他们成为朋友，看见我们在一起，会不会很开心呢？你娘亲一定会说，你瞧瞧我家儿子，连5岁小女娃都不如呢。我决定不要这个儿子了。苍凌霄被他逗笑，心里的难过、糟糕的情绪也消解了一些。小哥哥，我不打扰你睡觉了，你快去睡觉吧。好。消失一夜的苍远州突然带着柳香香回来。老徐，把晴光阁清扫干净，布置妥当，给香香住。王爷，这怕是不妥吧？混账！本王带个女人回来，还许你同意不成？在王府伺候了大半辈子，王妃、王爷和小世子从来不会疾言厉色的斥责他。这个王爷是假的吧？
小女娃，叫我柳姨，我给你饴糖吃。你好臭呀！你身上的狐狸味把整个王府熏得臭臭的。汤凌霄拿着书本准备教云宝识字，正好看见苍远舟吩咐徐管家的一幕，也听到了云宝说的话。你还小，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柳姨不怪你。我从来不骗人呢。你为什么在头顶插着2撮狐狸毛？富贵说你这种叫做狐妹子，被你勾走的男人不是渣男就是海王。几日不打，富贵上房揭瓦。好像有人在念叨本王。你看错了，已故的王妃是我表姐，之前我一直住在王府的。我不管你之前住在哪，谁让你住进王府，本世子跟他不客气。唉，王爷，我还是回去吧。本王是一家之主，任何人都不能违逆本王的命令。从今往后，香香是本王的妾室，谁欺负她就是欺负本王。王爷，你昨夜没回来，在外边被人换了头吗？连不再续娶，永不纳妾的诺言都忘了吗？小世子，我知道你一时之间无法接受，但我和王爷是真心相爱的，你成全我们好不好？表姐在天有灵，也希望有人尽心尽力的照顾王爷，为王爷开枝散叶。你不配提我母亲。表姐待我那么好，我自当投桃报李，全心全意伺候王爷。求小世子成全我对王爷的一片痴心。顷刻间，汤凌霄拔剑刺向柳香香，而云宝也突然一发，直接将人扇开。本王的脑袋好像被驴踢了。看见狐毛从苍远舟身上掉落，柳香香脸色一变，急忙扑向苍远舟。王爷，你救救我！小世子他想要杀我。怎么回事？他在你身上放了狐毛，配合他的狐媚符，他便可以施法让你爱上他，一辈子爱他到死。一个狐毛就能谋害本王？王爷，我不知道什么狐媚符，我是冤枉的。表姐在天上看着呢，王爷你要相信我呀！你休想再利用母亲的善良。王爷，你忘了吗？是你带我来王府的，你说你喜欢我，要永远和我在一起。本王何时说过这些话？为何本王不记得？王爷，小世子要杀我，那小女娃打你，他们一定是被邪祟附身了，你要救我呀！父王，心术不正的是他担心狐媚术无法完全控制你，便把狐毛种在你的体内，控制你的心神。如此，父王你便成为他的傀儡，他操控你就如同操控了整个大周。听到会危害大周，苍远舟的头脑瞬间清醒，大周便是他的底线。被触碰到底线的苍远舟大怒，一脚踹向柳香香，而柳香香挨了几脚后，很快便动弹了。3年前，母亲怀着胎儿，那日商铺送来不少绸缎和金玉珠宝给母亲过眼，夜里母亲便腹痛小产了。那日你在哪里？那日表姐想吃李麻子家的饺子，吩咐我去买，可李麻子的小摊挪地儿了，我找了一个多时辰才找到。这么说，你回府时母亲的腹痛已经发作了。若我没出去陪着表姐，也许表姐就不会有事，是我的错，我没照顾好表姐。当年老奴也查过，那日的确是王妃亲口提的，想吃酸辣饺子。王妃的死一直是徐管家心中的痛，可他彻查之下也什么都没发现。而柳香香暗自松了口气，本以为没有证据打算糊弄过去时，汤凌霄却早已查清一切。母亲看过的那些绸缎少了2匹，金玉珠宝也少了一样。本世子查了商铺所有人，一位名为张欣的伙计交代了一切。张欣收了他那么多银子，不可能出卖他。张欣招供，他收了你1000两银子，你要他在2匹绸缎上做手脚，抹上特制的药粉，一只凤钗染了毒液，只要母亲碰触绸缎或凤钗，便会小产。哼，1000两，我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银子？再说，碰触一下就会小产，有这么厉害的药粉吗？你能将狐毛种在父王的体内，妄图操控父王，你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？父王，那药粉是由几种治阴治寒的药制成的，比寻常的小产药厉害10倍。兰儿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这么害她？王爷，我说我没有害表姐，你相信吗？哼，你不知道吧？张欣一直藏着那2匹绸缎和那只簪子，这与我有何关系？你清楚母亲的喜好，便挑了那只凤钗，亲手染上毒液。若母亲没有碰触到那2匹绸缎，碰触凤钗会中毒，一样会一尸两命。眼见事情败露，柳香香也不装了。是我又怎样？表姐跟我一样出身寒微，凭什么她可以嫁给王爷，成为人人敬仰的尊贵王妃，而我不可以？你这个毒妇！本王以为你害死王妃是意外，却没想到你居然处心积虑的谋害王妃。我为自己筹谋，有什么错？我跟表姐暗示过几次，我羡慕娥皇女英，我不介意姐妹共侍一夫，可她却装听不见，非要帮我寻如意郎君。你害死兰儿就是大错特错，就算她愿意，本王也不会纳你。为什么？本王这辈子只爱一人，只娶一位女子，那便是兰儿。
他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哼，在本王心里，他还活着，就在本王身边，无处不在。不可能，王爷你待我那么好，你明明心里有我。兰儿临终前让我对你多加照拂，本王绝不会违背他的意愿。兰儿也知道是你害死他，但是他不愿追究你的过错，不让本王追查。不可能，你骗我！表姐明明妒忌他年轻貌美，担心自己抢了王爷所有的宠爱，才不愿意跟他共侍一夫，怎么可能放过他？其实本世子并没有找到物证。你诈我的，那又如何？像你这般蛇蝎心肠，留在世上也是祸害。苍凌霄不再看他，抱起云宝离开。苍远州不会让柳香香活着，但云宝年幼，不能看见残酷的场面。能死在王爷脚下，香香也算死得其所。兰儿，我终究要违背你的遗愿。王爷，下辈子我定会先遇见你。晚膳时，苍远州时不时地看向云宝，欲言又止，而苍凌霄跟云宝自顾自吃饭，都不搭理他。王爷，你这张嘴是凑五官的吗？说话呀！小哥哥，我吃饱饱了。那我们去花苑溜达一圈好不好？好呀。那个啥，云宝，本王有话跟你说。今日你救了本王，本王谢谢你。还有上次本王不相信你，还凶你，斥责你，是本王不对，你可以原谅本王吗？王爷伯伯，你是真心向我道歉吗？是真心向你道歉。那我原谅王爷伯伯啦。是啊，本王还没5岁小女娃活得明白，还当个屁的摄政王、大周战神。若王妃还在，小郡主3岁了，一定跟云宝小姐一样聪慧伶俐，可可爱爱，没有脑袋。或许老天爷把云宝赏赐给苍家，是补偿苍家吧。接上集，江宝玉心心念念的表哥终于回京，本想利用2人对付云宝，不料2人当夜就前进江宝玉寝房对他下手。江家，江天柔带着2个儿子提前回京，江家人都高兴坏了。妹夫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他临时领了任务，不回京了。干，摆好的棋局都废了。哥，怎么不见慎儿和玉儿他们？别提了。怎么了？我怎么跟你说？我堂堂宁远侯被人欺负，太说不过去吧。江漠北和江浩宇轮流说明，江天柔总算明白了。姑姑，妹妹最听你的话，你帮帮我们，劝她回家好不好？只有死丫头回到江家，她才能拿捏收拾她。丑麻雀永远不可能变成凤凰。大哥，玉儿你们不必担心，云宝一定会回家的。姑姑，真的吗？小世子待她好，只是一时新鲜，等新鲜劲一过，云宝就会想念家人对她的好。姑姑，云宝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哼，云宝这是使小性子呢，他想让你们好好的哄他，日后对他好点，他自然就乖乖的回来了。只要他帮大哥将云宝哄回江家，大哥自然不会亏待他这个亲妹妹，也能趁机攀上摄政王府。夫君在军中能更好的施展拳脚，干出一番事业。等死丫头回家，他就能靠死丫头拿捏住小世子，就此扬眉吐气，江家重获新生，运势就能扭转了。死丫头回来，她就可以想办法利用云宝接近小世子和太子殿下。死丫头还不是要在他手下过着猫狗一般的日子。大哥，明日我去摄政王府拜访，顺便看看云宝。姑姑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？玉儿，若你真想去，我便带你去。玉儿跟着去摄政王府，会不会出事？没人注意到一旁的周家2兄弟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江宝玉。长子周子豪是个吃喝样样精通的纨绔子弟，次子周子明不学无术。2人夜里偷偷摸摸地前进江宝玉的寝房，却被曹管家发现了。而江浩宇念在他们是客人，只是狠狠地警告一番。加强玉儿寝房的守卫，再多安排几个侍女伺候玉儿，不要让她落单。是。翌日早间，江天柔带着2个儿子和江宝玉来到摄政王府。几人在正厅等候，周子明看着江宝玉，眼里是毫不掩饰的猥琐和贪婪。江宝玉被他盯得浑身不舒服，内心早已把他骂得狗血淋头。大表哥，你看到妹妹一定会喜欢她的。那个收不拉几的小豆芽，我才不喜欢。妹妹不仅长胖了，而且变得软萌白嫩，还很漂亮呢。大表哥，待会儿你见到妹妹就知道了。比你还要好看吗？当然啦。看着周子明感兴趣的模样，江宝玉知道周子明一定会把云宝骗到手。至于对方会对云宝做什么，江宝玉不想知道，他只想看到云宝凄惨求饶的样子。王爷，我侄女云宝住在贵府，多有叨扰，感谢王爷把云宝照顾得这么好。我是云宝唯一的姑姑，我可以见见云宝吗？汤远州见他难得回京一趟，跟江家那些渣渣应该不是一伙，只是见一面应该不会有事，便同意了。云宝在内院，本王吩咐侍女带你过去。徐管家见江家人要进听雪院，连忙拦住。周夫人，若你要见云宝小姐，只能你一人进去。云宝许久不见我们，想必很想念我们，还请徐管家通融一二。而且是王爷准许我来见云宝的。云宝小姐的事，小世子说了算。
不如这样，劳烦管家问问云宝想不想见二位表哥。徐管家让他们在外边等候，他则进去问问。一个自轻嫌弃的灾星，就算住在雕栏玉砌的皇宫，也改变不了他卑微的出身和低贱的嘴脸，还敢跟我们摆谱儿。听说小世子年仅12，比他小2岁，未曾经历过北疆的风沙和铁血的洗礼，不就是个只会招猫逗狗，被京城的繁华风月消磨了筋骨和锐气的公子哥吗？你们以为这里是北疆吗？都给我闭嘴！内院里，徐管家正在询问云宝的意愿，而云宝思索片刻，只让徐管家将江天柔带进来。见到1年未见的姑姑，云宝想起去年在江家，江天柔给他带了不少特别的吃食，他吃了2个月才吃完，开心的叫了一声姑姑。云宝，你在这儿住的开心吗？开心呀，这里的每个人都对我很好的。云宝，你2个表哥也来了，他们想跟你说说话。姑姑，这里是小哥哥住的院子，我得问问小哥哥才可以哦。那便散了，咱们说说话。姑姑，你尝尝糕点，很好吃的。江天柔看着桌上的糕点，想起去年自己发现江宝玉诬陷云宝，便让侍女偷偷的送了2个馒头给云宝。本想告诉江天磊，但想到自己回京不过10天半个月，又是嫁出去的女儿，因此没有说出来。云宝，你还记得孙婆子家的豆花吗？我带你去吃好不好？还不等云宝拒绝，周家2兄弟便气势汹汹的闯进来。接上去，头脑简单的周家2兄弟在江宝玉的怂恿下，闯进了王府，刚进去就被无影脚踹飞。擅闯听学院，死！我爹是周大将军，你们竟敢打我！好吧，明了。母亲，摄政王府权势滔天，就可以仗势欺人吗？少说2句，我会为你们讨回公道的。妹妹，大表哥和二表哥进来是为了见你，你不能这样仗势欺人。管家，我知道王府规矩多，但也不能平白无故的打人吧。小世子在听学院安排了暗卫，但凡有人擅闯，便是刺客。我们在府里待了那么久，怎么可能是刺客？周夫人，我早就提醒过他们，他们不听，便是自食恶果。他们2个踹得我们受伤，必须向我们道歉。不过是摄政王府的2条狗，居然敢伤他！哼，道歉有用的话，还要国朝律法干嘛？是小世子来了，小哥哥，姑姑来看我了。哼，长得好看又如何？瞧他那瘦小的身板，说他是绣花枕头都是看得起他了。他1根手指头就能把这只弱鸡推倒。那个小女娃是云宝，判若两娃呀。拜见小世子，犬子想念云宝心切，擅自闯入，恳请小世子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恕他们一回。看在云宝的面上，此次本世子不予追究。云宝要上课了，周夫人请自便。听着苍凌霄的逐客令，江天柔有点下不来台。周家兄弟情绪也激动起来。摄政王府就可以无缘无故的打人吗？我父亲也是保家卫国的大将军，在战场出生入死，跟摄政王没两样。小世子，你不向我们道歉，我就请摄政王来评评理。你贵为摄政王府的小世子，却恃强凌弱，还不道歉，这就是摄政王府的家教吗？哼，小哥哥才没有欺负人，你们在别人家乱闯，还振振有词，倒打一耙。姑姑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，怎么就教出你们2个脸皮比肥猪还厚的小混蛋呢？老娘竟然被5岁侄女骂了，这臭丫头胳膊肘往外拐，亏她还全心全意的帮她，努力化解她和大哥他们的心结。我是你二表哥，你竟敢骂我？我从来不骂人的，因为我骂的都不是人。道歉自然是要的。汤凌霄一抬手，2个暗卫蓦然上前，朝周家兄弟的膝盖深狠地踹去。小世子，犬子刚回京城，莽撞无知，冲撞了小世子，恳请小世子看在云宝和外子周将军的面子上，放过他们。跪着遭点罪，就算是你们的道歉。擅闯听学院，便是刺客，轻则断手断脚，重则处死。小世子看在云宝小姐的面上，饶你们一命，自抽10个嘴巴。小世子便不追究，2位公子请吧。妹妹，2位表哥是特意来看你的，还给你带了不少好吃的。他们只是想见你，没有恶意，你帮帮他们好不好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。姑姑，我不是不想帮表哥求情，而是他们缺少京城的毒打。小世子带姑姑你管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自己长了脑袋，总是不用脑袋的话，会变成小狗狗都嫌弃的2傻子。周家兄弟气得磨牙，江天柔也怨恨地盯着云宝。2位不动手，那就让老徐动手。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2兄弟迫于无奈，哭着抬手，轻轻地扫过脸颊。没力气打骂，江家苛待你们，不给你们饭吃吗？2人眼里几乎喷出怒火，用了一丁点力气，但依旧软绵绵的。江天柔只能心疼地在一旁哭泣，而云宝看见姑姑哭了，心里有点不忍。
小哥哥，这次就饶了2位表哥吧。好，都听你的，还不滚！周家兄弟狼狈的起身，揣着一腔怒火，灰溜溜的走了。云宝，你喜欢你姑姑吗？姑姑对我挺好的，在江家，姑姑是唯一一个没有打骂我的亲人。小哥哥，我想娘亲了，娘亲最喜欢吃孙婆子家的豆花，我想给娘亲买1碗，可以吗？下午我带你去。汤凌霄带着云宝吃完豆花，云宝在湖边玩耍，却被突然出现的江宝玉缠上。你跟着我干什么？这里又不是你家，我才没跟着你。你再跟着我，我就揍你。死丫头，你别得意，马上小世子就不喜欢你了，你就等着瞧吧。突然间，江宝玉站在湖畔，后退几步便直接滚下湖去。玉儿，江漠北没有半分犹豫地跳入湖中，把江宝玉抱上来。大哥哥，好冷，妹妹不是故意推我的，她只是不喜欢我跟着她。我才没有推你，你又冤枉我。大哥哥，不要责怪妹妹，妹妹没错，是我错了。即便如此，他也不能把你推到湖里。云宝，你害得玉儿受寒生病，只要你道歉，这件事就此结过。江漠北，你的脑袋还留在大理寺牢房吗？再说半句云宝的不是，本世子把你的脑袋碾成齑粉。我亲眼看见云宝把玉儿推到湖里，云宝谋害玉儿，让他道歉已经是便宜他了。云宝为什么把他推到湖里？明明一巴掌就能把他拍死。我都说了，是他自己掉进湖里的。妹妹，我已经跟大哥哥他们说是我的错，你为什么还要污蔑我？无论你说什么，小世子都会相信你，因此你故意污蔑我，是不是？汤凌霄的眼里几乎喷出怒火，随手指了个仆人，让他做个试验。仆人站在湖畔，云宝软绵绵地拍那仆人的手臂，仆人羞得摔飞，在半空划出一道完美的弧线，才落进湖里。若是云宝推人，你们的好妹妹就跟那仆人一样掉进湖里，落水的位置距离湖岸很远。云宝只用了1、2分力气，玉儿就不会飞起来。你说是我推人，那就是我呗。云宝忽然朝江宝玉走去，小胳膊一挥，江宝玉像一只破烂的布偶，瞬间从高处就落湖里。救命啊！江漠北和江明浩没料到变故，两人都没来得及去救江宝玉。等他们将人救上来时，江宝玉躺在江漠北的怀里，颤抖得厉害，脸蛋都发青了。再污蔑云宝，后果自负。玉儿，你的头发。另一边，萧北明火急火燎来到王府，求着云宝进宫。云宝，父皇每日都头疼，疼得睡不着，还吃不下膳食，瘦了一大圈。你跟我进宫看看父皇好不好？父皇看见你，心情一好，头疼应该可以缓解一些。云宝，你就当可怜可怜父皇吧。可我不是大夫，你应该找大夫医治他。太医院所有太医联手会诊，都无法减轻父皇头疼的症状。你当真没骗我？若我骗你，我就是小狗，趴在地上任你打，任你踹。那我们等小哥哥回来了，一起进宫吧。云宝，你太好了，父皇见到你一定开心死了。我派人去找凌霄说，现在我们就进宫吧。不，我要等小哥哥一起。父皇已经3日不曾好好用膳，再这么下去，他的龙体会撑不住。云宝想起在江家，渣爹罚他3日不许吃饭，他饿得只能躺在床上，都没力气翻身，于是同意跟太子进宫。子辰殿，皇帝虚弱的躺着。当看见太子抱着云宝进来，他狂喜的呼吸急促。云宝，父皇，你龙体虚弱，抱不动云宝的。云宝，朕每日都想你，很想你，你可有想朕？陛下，你怎么这么瘦？你是不是调皮，没好好吃饭？朕实在是吃不下。云宝，你陪朕一起吃饭好不好？我看着陛下吃饭吧。陛下变得好虚弱哦，像一个精神萎靡的老爷爷，说话也有气无力，随时会断气似的。内侍在龙榻边支了个暗机，萧燕一边吃着御膳，一边看着云宝。云宝，若你每日都进宫陪朕，朕的头疾一定很快就痊愈。皇帝昏迷不醒，太医们却束手无策，而云宝只是说了一句话，便让在场的所有人惊掉了下巴。小哥哥，人有3魂7魄，我看到陛下的一魂不见了。当真？父皇的一魂不见了，你能找回来吗？富贵说用搜魂符就能找回来。云宝，近来父皇总是头疼欲裂，尤其是夜里疼得睡不着，跟丢了一魂有关吗？若坏蛋抓住陛下的一魂干坏事，陛下可能会头疼。一旁的高总管突然将几张灵符递给太子，太子脸色一变，5张灵符因为替皇帝挡劫，已经支离破碎，而对方道行太厉害，
仍在伤害皇帝。难怪所有太医联手医治父皇这么多日，病情一直反复，没有半分好转。云宝，我们不跟着灵符吗？不用，若灵符找到陛下的一魂，我能感应到。富贵，你帮帮云宝。你急个屁！这点小事云宝足以应付。云宝如何？陛下的活在一个很宽敞的大殿，里面有很多牌牌。云宝说的应该是奉仙殿。走，现在就去奉仙殿。你这么兴师动众的去，被打草惊蛇？那如何去？哦，不一会，三人一狗来到供奉着萧氏的列祖列宗的奉仙殿。负责管事的李公公正在洒扫内殿，看见太子驾到，手忙脚乱的迎接。参见太子殿下。点2炷香来，本宫要为父皇祈福。是。富贵，我怎么察觉不到怪兽的气息呢？这里有古怪，但本王闻不到妖邪精怪的气味。你四处看看。云宝在殿内哒哒的走了一圈，忽然他看见几个大小不一的陶罐。小姐，您看什么？那是什么？奴才不知那是什么。奴才调来奉仙殿时，这几个陶罐便在这儿了。可以打开看看吗？小姐，这里的东西奴才可不敢乱动。若本世子非要看呢？李公公脸色一变，说了声是，便想打开陶罐的盖子，却怎么也打不开。这上面有一个小型阵法，把陶罐跟外界隔绝起来。这些陶罐有什么用？以魂为媒介，攫取该魂的主人的精气和寿元。陛下的魂刚被拘来，镇压在这里的吗？这个阵法有点年头了，偷了皇帝老儿的一魂镇压在这里，5、6日便要放魂回去，否则皇帝老儿早就死翘翘了。那妖怪攫取陛下的精气和寿元，有何企图？人间帝王不同于寻常人，精气和寿元对妖怪来说是梁上的一味药。父皇的一魂当真被拘在里面。闻言，萧北明上前想把陶罐带回去，又被富贵阻止了。少年，你总是这么鲁莽，本王很累的。殿下不能碰这些陶罐。云宝取出一张收魂符，指向陶罐，不多时便引出一缕魂，后面还跟着一只蝎子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邪王的手下，弄死就没事了。富贵3两下将蝎子弄死，云宝也将魂收到府里，带回寝殿，一魂回归躯壳。皇帝却没苏醒。云宝，为什么父皇还没醒啊？急什么？他活在蝎子窝里待了那么久，饱受蝎子的啃噬，损伤严重，要养1、2日才能苏醒。富贵，是哪只妖怪戕害父皇？蝎子的老祖是蝎王，自然是蝎王要害你父皇。那我们去找蝎王，把蝎王炸成烟花。那蝎王不在皇宫，上哪儿去找蝎王？那有没有专门对付蝎王的灵符？云宝问了问富贵，而后取出几张灵符递给他。这时，沈皇后容色慌急地赶过来。恒儿，你父皇如何了？母后，父皇没事了，不过还没苏醒。这次又是云宝救了父皇一命。萧北明热切地给他介绍云宝。沈皇后看向一旁的苍凌霄和小女娃，目光落在云宝的脸蛋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若不是身后的张嬷嬷及时扶住他，早就两腿发软摔了。母后，你是不是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？还是凤体不是？太子殿下，娘娘事急数日，凤体虚弱，奴婢先扶娘娘回去歇战。沈皇后半靠着张嬷嬷离去，苍凌霄却知道沈皇后是看见云宝的容貌，心虚了，而她的猜测也没有错。回到凤藻殿的沈皇后焦躁地走来走去，